你绝对是史上最抠门的千亿币。吃面只吃最便宜的素面，出行全靠共享单车，就连住处也是最便宜的出租屋，全身衣服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而这一切只因你觉醒了影帝培养系统，但狗系统却要求你必须将所有演戏所获得的收入全部做慈善，每个月只给你留下5000块当花销。此时你正在大便宜市场准备买几件衣服，突然就冲出一个中年妇女扇了你一个大嘴巴子，然后恨恨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就是安家和，请你以后别再打梅香男了，否则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你虽然并不认识这位中年妇女，但你对此却显得已经习以为常了，并没有太过在意。毕竟在狗系统的加持下，你演的反派简直太逼真了，只是熟练的掏出自己那廉价的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很快中年妇女就被警察扣走，你一脸无奈的离开服装市场。无论是哪个社会，说到底总少不了一些渔民。你走入街边的一家小面馆，面馆看起来有些破旧，所以价格也是相当的亲民。来这里吃饭的大都是一些底层的百姓们。老板，来一碗素面，要不要加个煎蛋？老板娘看了一眼你，来这里的很少有吃素面的，毕竟加个蛋或者加点肉，多不了几块钱。不要，烤肠吗？不要，给我一碗素面就好。好的，老板娘说完便弄面去了。后方的厨房里，老公，你看外面那人是不是演安家和那个？我看看。老板去瞄了一眼，匆匆回来。应该是，看着挺像，就是没有电视里面的那么凶。你说这么大个演员，穿成这样，还跑来我们这吃素面，连个蛋都不加，谁知道呢？你看他电视里那样，现实中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不然咋演的那么像？估计钱财都被他挥霍光了。有道理。老板娘说着，将碗里的面拿了一些出来，哼声自语：坏人，叫你打老婆，不给你吃那么多，吃饱了撑的打人。你当然不知道厨房里的议论。老板娘端上面，你礼貌的道了声谢后就闷头吃了起来，正大口吃着面，手机突然响了，你放下筷子，从裤兜里掏出了那个老旧的手机，用力在屏幕上划了2下，才接通了电话。喂，对，我是林峰。对的，我要捐赠一所希望小学。50万吗？好的，你把账号发给我，我一会转钱过去。你挂了电话，然后当即给那边的账号打了100万过去。这是慈善机构的账号，你早就已经求证过，而且这也不是你第一次给这个账号打钱了。不过以前你只是演配角，片酬不高，只能资助了几个贫苦学子读大学。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安家和算是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男主角。安家和这个角色可以用很多词来形容他，比如人面兽心、衣冠禽兽、丧心病狂等等。虽说你演技精湛，演活了这个角色，但却没有给你带来声誉和名望，反倒是让你成为观众眼中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因为很多观众代入感太强了，反而忽略了你的演技。你如今俨然成为许多网络拳师们的公敌，一旦网上出现什么家暴的新闻，你和安家和的形象就会被放上去，甚至出现了上午被打的事情。这一次出演安家和的片酬还算可观，刨去税收后还有100多万，于是你便想着要捐一所希望小学。如今了解到一所希望小学的筹建需要50万上下，你便决定将这100多万全都捐出去。这一次你要捐2所希望小学。打完钱后，你给那边回了一个电话，对，我想捐2所希望小学，一定要用我的名字命名吗？哦，这样子啊，让我想想，那就叫枫林希望小学吧。挂了电话，你把手机放好以后，继续吃面。叮，恭喜宿主完成捐资2所希望小学，获得2次抽奖的机会，是否抽取？抽取。叮，恭喜宿主获得技能1秒入戏，不错的技能。叮，恭喜宿主获得技能点演技加10，当前演技大师级别演技1秒入戏，再加上大师级别演技，以后的演艺事业应该能够更上一层楼吧。你的心情好了许多，就是这面有点少，有点吃不饱。扫码付款，支付成功，本次消费4元钱，余额1534.56元。看着这个醒目的数据，你忍不住轻叹了一口气。谁能想到，只有1000多余额只吃得起素面的你，刚刚在吃面的时候就已经捐了100万出去了。狗系统，我看你别叫什么影帝系统，应该叫散尽家财慈善系统才对。你嘴角微抽，心中忍不住吐槽。之所以这么吐槽，是因为这系统属实有些变态，确切的说，应该是苛责。这系统要求你通过文娱方面赚来的钱，都必须用于帮助他人，而系统则会每个月发5000块工资给你用于生活，否则系统就要把它给予你的一切技能、演技等东西通通都收回去，而且还要诅咒你一辈子只能用手。你对于演艺事业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就应承了下来。所以别看你演了一部大火电视剧的主角，实际上你的收入连一个普通打工人都不如。要知道在京都，稍微好点的东西都贵得要命，想要生活过得去，就只能去租廉价的房子，穿廉价的衣服，吃廉价的食物。为了补贴点生活，你甚至还会偶尔去兼职做代驾什么的。吃完面付完钱，你便回到出租屋，你躺在床上发呆。这时手机的铃声响起，你拿起来一看，是你为数不多的朋友许胖子。喂，干嘛？林峰，你上热搜了。对面传来一个兴奋的声音。怎么了？你自己看，这死胖子还卖关子。不过许胖子不说，你也大概猜得到，十有八九是你上午被打的那件事情。毕竟随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热播，如今你的安家和已经算是家喻户晓，许多观众对你恨得牙痒痒。之前就有观众晒出拿刀架在电视机里安家和脖子上的照片。事实上，对于这些你也能够理解，你在演的过程中也把对方女演员美婷给吓到了。如果你是一个观众，你也会讨厌安家和这个角色，带入其中，更是忍不住要为剧里的梅香男出一口气。挂了电话以后，你打开热搜，果然挂在第一条的赫然就是安家和被打了。你看得一顿无语，网络果然是发泄情绪的好地方。不过你倒也不破防，毕竟跟自己演戏赚来的钱都被狗系统坑去做慈善比起，这些算不了什么，黑红也是红嘛，总好过默默无闻。你心中自我安慰，很快你在里面看到唯一一条不是骂你的信息，林峰哥哥才不是你们说的坏人，他是一个超级好的好人，你们都误会他了。但在这条评论的下面有很多都是的恶语相向，见不见了？这还好人？多少钱一条？带我一起赚钱呗！你要觉得他好，祝你以后找一个这样的变态男做老公。你看的真的有些生气，网络暴力真的是可恨，像你这种心智坚定的还好，换一个懦弱一些的，指不定成什么样子。
希望支持自己的这个女孩不要受到影响。你懒得再继续看自己的这条热搜新闻了，刚想要放下手机，手机又响了，接通手机，对面便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林峰，现在我这里有一个角色，我感觉挺适合你的，你要不要过来试一试？打电话过来的人叫赵永月，平时你都叫她月姐，是圈里面小有名气的自由经纪人，你以前还在跑龙套的时候认识的。月姐很看好你，安家和这个角色就是月姐推荐给你的。好，试镜地点在横店市吗？我现在就过去。你并没有过多询问具体是什么剧本什么角色，只要是有机会，你都想要试一下。除了赚钱完成系统的慈善任务外，你是真的热爱演戏。看你出了门，你扫了一辆共享单车便往横店而去。你当然没有车，平时出门要么公交，要么共享单车，打个车你都舍不得。毕竟如今全副身家就只剩1000多块钱了，在寸土寸金的京都，如果不省着花，连土都没得吃。据说有人蹲了好几回，想要扎你的车胎，但愣是没找到你的车。你的出租屋离横店不算远，毕竟你的主要工作地点就是横店，要真住远了，这通勤成本你可承受不起。月姐那边好像很急的样子，一路上接连打了几个电话催促，奈何共享单车实在是骑不了多快。你以最快骑速来到横店，便匆匆停了共享单车，往和月姐约定好的地方而去。怎么这么久？月姐看着气喘吁吁赶来的你，微微皱起了眉头。你平复了一下气息，微笑道：“不好意思，骑车来的。”月姐撇了撇嘴道：“林峰，不是我说你，怎么到现在还骑共享单车呀？好歹也演了一部剧的主角了，也不搞辆车，别说身份不身份的，也方便许多不是。你心说我也想啊，奈何摊上了一个救济败家去慈善的系统，习惯了。再说了，骑车环保，还能锻炼身体。”你挠了挠头，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走吧，导演在等着了。”月姐也不再废话，带着你便往横店那一间豪华酒店走去。这次是一个叫扫黑的戏，可别小看这戏，这是上头筛选真实案例改编的，是一部展现扫黑除恶成果的戏，已经定了几个主演，都是老戏骨，所以你要尽量争取，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好机会。月姐一路上给你介绍这一次试镜的大致情况，她从你还在跑龙套的时候就认识你，她发现你除了外形条件好以外，还格外的努力，最关键的是特别有演戏的天赋。她知道你早晚有一天要冲上营销，果然不出她所料，不过1年多的时间，你就演了一部大火的电视剧。今天早上的新闻她也看了，她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相反，她觉得这是件好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演技好了。多年后，安家和这个角色一定会成为一个经典。两人说着话，便来到了酒店的一间专门用于试镜的会议室门前。你先在这等等，我进去跟导演说一声。月姐说了一声，便敲门进入。片刻之后，便出来道：“好了，导演让你进去。”试镜室很大，一张长长的桌子后面坐了好几个人，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一次的试镜非常的重视。其中有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很是惹人注目。林峰，你可算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留着一头干练短发的中年人看着你开口说道：“你也知道自己来的有点晚了。”歉意的笑了笑道：“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了。”没事。中年人笑着摆了摆手道：“我是这部戏的导演5万，很高兴认识你，别站着了，坐吧。”谢谢导演。你道了一声谢后，便依言在试镜桌前坐下。你看得出来，这个叫做5万的导演对自己算是非常客气的。要知道以前某些导演，你要是晚到个几分钟，就算不把你骂个狗血淋头，也要给你脸色看。林峰，我看过你的戏。导演打量了一下你，笑道：“没想到你跟戏里判若两人了，一点都看不出戏里面安家和的样子。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安家和，我老婆看了以后都不敢大声跟我说话了。”哈哈，此言一出，在场的其他几人都忍俊不禁。导演继续道：“我这里有一个角色，比安家和更疯狂，更遭人恨，你应该会感兴趣。”说着，导演转头对身旁的助理道：“去给林峰一份剧本，10分钟后试镜。”你接过剧本，认真看了起来。你将要试镜的这个角色名叫孙兴，他是一名死刑犯，本应在14年前就被判死刑了，但是却通过一些肮脏的手段改头换面，到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而且死性不改，继续作恶多端，通过美丽贷坑害了许多青春洋溢的女孩。剧本里面有一个叫做徐英子的女孩，徐英子为了能救弟弟徐小山，不得已办美丽贷，然后被孙兴给盯上了。而你将要试镜的这一幕，便是徐英子被孙兴带到夜总会，逼着喝下加了药的酒，然后被迫咬住桌角。光是看着剧本，都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同时又不寒而栗。合上剧本，你轻轻地出了一口气，而后看向导演道：“导演，我准备好了，可以开始试镜了。”这么快？导演5万微微愣了一下，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时间才过去了3分钟。好，那我们就开始吧。说实话，他也有些期待你的表现了。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搭档。5万站了起来，指着身旁那位青春靓丽的少女道：“这位是杨于彤，京都戏剧学院的在读学生。这一次他来演徐英子。”两人被带到试镜室的另外一侧，那里已经布置好了夜总会的场景，全体准备。随着导演的一声令下，试镜表演正式开始。试镜表演正式开始。昏黄的灯光下，身材高挑，一头长发，模样清纯的徐英子被2个小弟带了进来，神色带着几分惶恐。“新哥，人带来了。”一个小弟对着躺在沙发上戴着墨镜的孙兴道。徐英子惶恐的弯腰点头致意。1秒入戏，你扮演的孙兴缓缓取下遮住眼睛的墨镜，一双深邃且玩味的眼睛看了一眼徐英子，整个人原本的温润如玉的气息陡然一变，变得深沉且邪魅。徐英子心中当即一咯噔，单单是一个眼神就让她背脊发凉，有些手足无措。别怕呀，小弟推着徐英子来到孙兴的面前，喊：“新哥，跟新哥好好说话。”孙兴眼中带着几分玩味，且又有几分贪婪的目光看着眼前低着头战战兢兢的徐英子，没有说话，但身上那股妖邪的气息让人心中凛然。扮演徐英子的杨于彤感觉就像是被一头怪物盯着一样，心底发寒，迅速跟着进入了角色，低着脑袋不敢看孙兴，怯怯的道：“新哥，我是来替小。”孙兴大手一抬，吓得徐英子急忙把话吞了回去。孙兴咧嘴一笑，随后拿起一个话筒递到了徐英子的跟前。徐英子战战兢兢的接了过去，把话筒放到嘴边，声音微微颤抖的开口道：“新哥，我来替小山给您道歉的，对不起。”说着，徐英子给孙兴深深鞠了一个躬。孙兴的脸上露出一个笑容，看着和善，却又不知为何让人毛骨悚然。杨于彤还是一个在校的学生，演戏的经验并不多，但是他不知为何被你带着进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此时的他已经吓得脸色煞白，双手握着话筒，不知所措。
你怕我是吗？这是你第一次开口说台词，声音已经和你之前不同，沙哑且有磁性，却不知为何带着一股邪乎劲。徐英子努力想要挤出笑容，但却只是面部肌肉的不断抽搐，颤抖着身子直摇头，却说不出一个不字来。在你的目光下，杨雨桐不知为何感受到一股极强的压迫，仿佛此刻你真的就是孙兴，而他则是那个如待宰羔羊一般的徐英子。在一旁看着的导演和另外几个制片人，心中都忍不住暗暗震惊。你的演技，他们之前已经预料到，毕竟能够演出人人都恨的肮脏。这个角色没有演技那是绝对演不出来的，他们找你也是因为这个。努力了好一会，徐英子才说出话来，钱我已经给你了，您就放过他吧，我求求您了。徐英子不敢去看孙兴的眼睛，而孙兴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徐英子，悠悠道：你觉得我会在乎那几个钱吗？闻言，徐英子有些语无伦次的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孙兴潸然一笑，压了压手，让徐英子不要说，起身拿来了一杯酒，在酒里撒下一包药粉，说道：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说着，孙兴看向徐英子，咧嘴一笑，笑容看似和善，却让人不容置疑。拿着。徐英子浑身颤抖如筛糠，颤声道：我不会喝酒。孙兴露出森然的笑容，你得做好经常去探监的准备。徐英子终于还是拿起了酒杯，那我敬你。新哥孙兴眉毛一挑，微微点了点头，喝了一小口。徐英子就有些受不了，孙兴却压着他的手，将酒往他嘴里灌去。徐英子一挣扎，酒杯哐当就掉在了地上。小弟们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干嘛呢？什么意思？不给我新哥面子？孙兴却是大手一挥，笑道没事。说着，孙兴还温柔的给徐英子抚后背，帮他顺气。这时手机响了，孙兴掏出自己那个不到1000块的廉价手机，做了一个接听的动作。按照剧本，电话的内容是他的场子被警察端走，而端他场子的警察正是徐英子的同学，这让他产生了报复的心。接完电话，孙兴原本笑着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新哥没事吧？孙兴沉默片刻，突然咧嘴一笑道没事。然后孙兴看向徐英子，笑容中透着一抹疯狂。杯子掉了，你怎么不捡起来？闻言，徐英子一怔，连忙站起身来，颤抖的弯下腰，想要捡起杯子。就在这时，一只脚缓缓地踩到了他颤抖的手上。徐英子下意识抬头，却见孙兴那张狰狞且疯狂的笑脸，瞬间吓得花容失色，泪眼中尽是惊惧之色，颤声道：不要，不要！此时，徐英子的扮演者杨雨桐已经是满身汗水，嘴唇发紫，不断的哆嗦着，心中的惊惧俨然已经到了顶点，纯粹的生理反应让人感觉此刻她就是那个可怜的女孩。徐英子丝毫没有演戏的痕迹，一旁的导演和几个制片人都看到，刚刚那一段戏是那么的流畅，仿佛就是真实的迫害过程，两个演员都是那样的投入。最意外的当属杨雨桐，她一个还未出校园的大学生，竟能演得像老戏骨一般，毫无表演的痕迹。经助手提醒，5万才激动地喊了一声停，声音一出，杨雨桐终于长出一口气。刚刚的一场戏可以说是她从业以来最投入的一场戏，她完全带入了徐英子这个角色，就像是自己遇上了那样的遭遇，这对她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消耗都是巨大的。也许有人说不过是演戏而已，但是真正全情投入那就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演员在演完一场戏之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走出角色，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入戏太深一说。你似乎有种能够带人入戏的魔力，同样你心中也是惊讶的。此时的你似乎明白了，系统给予的1秒入戏能力，不是单单能够让自己1秒入戏，而是只要对方跟着自己的情绪走，也同样能够1秒入戏，这就太厉害了。要知道，想演一场好戏，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精彩的好戏从来都是飙戏飙出来。5万看杨雨桐缓过来，连忙让人将杨雨桐扶起来，到一旁的椅子上休息。5万突然咦了一声，如果说刚刚的试镜是完美的，却有一点是美中不足的，那就是你刚刚踩住杨雨桐的那只脚，确切的说，应该是那只鞋实在是有些醒目，竟是一双洗得发白的回绿经典款红白帆布鞋，这和狠辣的孙兴形象格格不入。嗨嗨林峰，这年头像你这么节俭的年轻人不多见了。5万开玩笑的同时也有几分敬佩，微微一愣神，即反应了过来，也不尴尬，笑道节俭是一种美德。5万和几个制片人深以为然的点头。形象好，演技好，为人低调，懂事有礼貌，这样的演员不红实在是天理难容。但奈何现在的市场是资本的市场，捧的都是那些流量明星，吃的都是粉丝红利。不过也不能说你不红，今天一早还被路人打上了热搜第1，这实在是让人有些匪夷所思。不过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你的演技。5万也正是看了今早的热搜，灵光一闪，让人去找了你。果然这一事件就给了他极大的惊喜。如果不是主角早已经定好人选，5万甚至有可能让你来演男主角。总之还是那句话，如今的市场资本说了算。这一次如果你接下孙兴这个角色，以这个角色的可恨程度，恐怕你又会被骂上热搜。想到这里，5万开口道：林峰，你确定要接孙兴这个角色吗？接你斩钉截铁好了。5万点头看向几个制片人，你们觉得怎么样？几个制片人互看一眼，都是纷纷点头认可，大家都没问题，那我们就签合同吧。5万看向你说道，你点了点头，忽然想到了什么，问道：我能问一下片酬是多少吗？我们商量一下。几人转身合计了一下，随后5万带着几分询问的语气，对你道：片酬税后50万，你觉得怎么样？你的眼神一下子亮了起来。50万又够你捐赠一所希望小学。其实50万片酬对于那些流量明星而言，实在是太少了。要知道，前段时间被爆出一个流量女星在演一部戏的时候，片酬竟高达1.6个亿，简直是吓人。而且那个女星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演技，有的只是大量的脑补。而像你这种真正有演技的实力派演员，竟只能拿50万片酬。说实话，5万心里是有些愧疚的，但是片酬这个事不是他说了算。而且看着你眼中闪过的惊喜，他就更感慨了。
什么时候这个市场才能真正健康起来？他用力拍了拍你的肩膀，感慨道：“我相信这部戏里你一定会再次塑造一个经典角色。”谢谢你谦虚的笑了笑，好，那我们就签合同吧。你如今并没有正儿八经的经纪人，所以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签完合同后，已经是傍晚了。你跟导演还有几个制片人一起走出酒店，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导演发出提议。不聊，你笑着摇了摇头。我还有些私事，不好意思，改日吧。事实上，你也知道导演是客气话，况且要真跟他们去吃饭，总不能让他们买单吧？要是自己买单，自己那点钱那够啊，只会把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所以还是溜之大吉也好，那我就不送了，一路顺风。导演笑着伸出了手，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剧组。你握住导演的手，认真的道：“谢谢导演，我会努力的。”这个时候，酒店门口突然传来一阵骂声：“是谁的共享单车呀？乱停乱放，占了我们家小新哥的车位，到底是谁的？快点来挪开，不然我把他扔到路边去了。”声音很急促，看得出来那人很不耐烦。导演和几个制片人都是一愣，那人口中的小新哥就是扫黑这部剧里的男主角之一张小新。张小新是当红男星拥有海量的粉丝，这部剧找他当男主角，也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没想到刚进组就有人触了他的眉头。然而这个时候，你却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急急跟导演几人道个别后，便往车位那边而去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我的车，今天来得及，所以就停这里了。你知不知道，这里是我家小新哥哥的专用车位，我现在就骑走，实在不好意思，下次注意点。我家小新哥的时间很宝贵的，耽误了你可赔不起。好嘞，我知道了。共享单车是林峰的。听着那边传来的声音，导演和制片人一脸懵逼，难怪林峰今天会迟到，原来是骑共享单车来的，穿着老旧的回力鞋，还骑共享单车。已经演了一部大火电视剧男主角的你，不会穷到这个样子的，那应该就是真的简朴。看着你骑共享单车离去的身影，吴万和几个制片人的眼神复杂，这样的好演员竟然还有被网暴，简直是没有天理。回到出租屋，你本来想着将就吃个晚饭，但是许胖子却来电了，听说你又接下一个角色，许胖子无论如何都要把你叫出去，好好搓一顿。许胖子本名许胜，是个精挑，是你在横店跑龙套时候认识的，因为体型庞大，大家都叫他许胖子，反倒把他的本名给忘记了。怎么还骑共享单车呀？许胖子见你骑着一辆共享单车过来，忍不住出声吐槽，别说搞辆大奔了，搞辆小车也行啊。你一边停好共享单车，一边斜了一眼许胖子，我的是那种在乎外在的人吗？你以为老子不想？老子比你还穷。你脸上笑嘻嘻，心里笑嘻嘻，有这个坑爹系统，你还真是有苦无处说。就算跟胖子这样共患难的兄弟都不能说，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老地方许胖子眼神一挑，废话走。两人很快便来到横店不远处的一个烧烤摊，这是他们以前跑龙套的时候经常来的地方，没有什么优点，就是便宜，味道还可以。老板娘人也好，老板娘2瓶啤酒，1份炒粉，再来2个鸡脚，2串韭菜。胖子来到摊位前，熟人的点着菜，而老板娘的目光却一直看着，眉开眼笑的道：“哎呦，林大明星，好久不见了，怎么还有空来我们这小地方？横店每天都有很多明星出入，但是真正从龙套开始跑起来只有少，你就是其中一个。如今你励志的故事在烧烤摊这一带已经传开，许多的龙套演员都把你当作是榜样，激励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你那样。”你看着一脸崇拜的老板娘，笑道：“啥大明星啊，我就是个演员，以前是现在也是。你还真不是谦虚，现在的你也就戏多了，其他的跟以前完全一样。”老板娘闻言呵呵一笑道：“林老师，你那个戏演的真好啊，你不知道我看你戏里的样子，气得我差点把电视砸了。呵呵，你笑笑，你演的安家和确实够遭人恨的。别叫我林老师，你看我有那么老吗？还是像以前那样叫我林小哥吧。”老板娘感慨一声道：“谁能想到现实中的林小哥是这样好的人？抖音那些评论我也看了，那些人可真是能瞎说。林小哥你可别往心里去啊。”你点了点头，我知道了，谢谢王姨。谢啥呀？老板娘笑着摆手，你们先去找座位坐，我给你们整吃的去。你和胖子找了个他们以前经常坐的位置，坐下不一会，老板娘就提上来2瓶啤酒，胖子开了1瓶，然后用塑料杯给2人满上。恭喜又喜提一个角色，胖子举起塑料杯和你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许胖子喝完对你竖起了个大拇指，你笑笑牛啥呀？今天早上还被人打了吗？嗨，胖子摆了摆手，要是我被打能上热搜，我愿意天天有人来打我，不过没人来打我，被打了也上不了热搜，不是去你的，你盼着我天天被人打是不？你笑着揶揄道，你和胖子在一起就非常的放松，也没什么顾忌，想说啥说啥。胖子却是一脸认真的道，林峰以后谁要欺负你，只要你一句话，我去跟他玩命。你知道胖子说的不是大话，因为你们俩真的是过命的交情。当初一起跑龙套的时候，2人同住在横店不远处一个老旧的出租屋，当时洗澡的地方很简陋，用的是老式的煤气热水器。有一次你洗澡的时候，突然莫名的感到头晕，竟然晕倒在地，是胖子冲进来救了你，后来才知道是煤气中毒。如果当时没有胖子的话，也许你刚穿越过来不久就嗝屁了。别说这些晦气话，喝酒你端起塑料杯，2人碰了一下，又是一饮而尽。林峰这一次演的是什么角色？胖子有些好奇的问道。是一部叫做扫黑的戏，我演的是剧里一个叫孙鑫的反派。你对胖子并没有什么好隐瞒的，特别遭人恨的那种。害怕是电视剧一播出，你又要被网上那些傻逼骂。看着愤愤不平的胖子，你笑了，你刚不是说了吗？被打上热搜都愿意，被人骂2句又怎么了？也是，不过我看网上那些喷子喷你的那些话，老子气得差点脑溢血。你笑着拍了拍胖子的肩膀，胖子你可别脑溢血啊，你还要等着以后被骂。你相信凭自己的能力，早晚有一天也会把胖子带起来。不过胖子哪里会知道这些？听你这么一说，不由得苦笑道，当初跑龙套的时候，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出人头地，我就算了，长得那么胖，长得也不好看，还妄想着做演员当明星，真是可笑。胖子说话间神情满是落寞，你看在眼里，不禁有些感慨，以为胖子是看见自己和你越拉越远，心里不是滋味。胖子相信我，你目光坚定，不容置疑，我相信你。胖子看着你笑了笑道，不过我没时间了，我这一次就是来向你道别的。为什么你的眉头猛然皱起？胖子依旧笑道，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已经看清楚了，我就不是演戏这块料，不应该再继续做着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梦是时候醒了，我也该回归现实了。你听着胖子的话，
眉头皱得愈发深了。这可不是你认识的许胖子，你认识的许胖子从来都是对生活和未来充满希望，而且对演戏的执着甚至超过了你。以前跑龙套的时候，都是胖子在鼓励你，怎么现在自己混出点名堂来？胖子却打起了退堂鼓，他不相信自己，那是不可能的。胖子对自己从来都是充满信任，而且也不可能有嫉妒自己一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怎么了？你沉声问道。没事，胖子摆了摆手，就是梦醒了，我打算回老家了，找一份正经工作，好好孝敬爸妈。胖子，你直接打断胖子的话，盯着他道：瞧你的怂样，到底有什么事说都不敢说了吗？胖子依旧沉默，低下脑袋，不敢看你的目光。你不依不饶的道：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你说的死都不怕，你现在到底在怕什么？有什么事是咱俩不能一起扛过去？是我现在是开始有细节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变过。你特么去怂吧！当初我说我要出人头地，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我做到了。现在我说我一定会把你带出来，让你完成你演员的梦想，我也一定会做到。如果你现在有什么事不跟我说，相信我，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缓缓开口道：我小妹她生病了，家里为了治小妹的病，已经欠了30几万的医药费。你说我这个做大哥的怎么能无视这些？突然猛地一拍桌子，怒目瞪着胖子。你抬起头看着胖子，认真的道：胖子，你信我马信？胖子愣了一下，没有犹豫的点头。好，那你给我1个月的时间，你小妹的事情我帮你解决。第二天剧组那边就来电话，说是开机典礼，说白了就是开机拜神，祈求拍摄的过程中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一般这种情况只有导演和主演们参加，这一次导演还是把你叫上了，看得出来导演对你还是蛮重视的。你骑车来到的时候，场地已经布置好了，场间拉了一道红色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电视剧扫黑开机大吉，放在两旁的摄影机也都用红布盖了起来。场地的正中前方摆了一张案台，案台上摆着一只烤乳猪，还有水果一类的东西。最显眼的便是案台上的香炉，旁边放着一把尚未点燃的香。导演倒是比较照顾你，把你拉过来给众人介绍道：这就是前2天被打上热搜的安家和，这一次在我们剧里饰演孙兴的林峰，请多多指教。你微笑着对众人点头致意，众人都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你，显然他们也没有想到现实中的你竟然如此阳光帅气，和戏里面的角色完全不一样。导演也是一一给你介绍，有孙红雷、王志飞、刘亦菲等实力派老戏骨，有张小欣这样的当红小鲜肉，还有女主角之一的江疏影。你那个剧我也看了，小伙子演得不错，如果导演不说，我还真看不出来是你演的。孙红雷笑呵呵地说道。刘奕君也点头道：是啊，演艺圈需要你这样的新鲜血液，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部剧现在红透半边天，谢谢前辈夸奖。林峰谦虚地道谢。相比于这些老戏骨，你的目光更多是落在江疏影身上。正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江疏影比你在电视里面看到的还要好看，五官细致，眼神干净清澈，身姿轻盈纤弱，特别身上那股知性的气质。这时一旁的张小欣却是笑道：你就是林峰吗？上次是你的共享单车占了我的车位吧？这一次没有停错地方吧？刚刚导演的重视以及那几个老戏骨的夸赞，让张小欣心中有些不是滋味。共享单车，几个人听了张小欣的话都是一怔。林峰是骑共享单车来的。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你落落大方的笑道：是啊，你助理还说要把我的共享单车扔掉，说什么小新哥的时间很宝贵，要是耽误了我可赔不起，我哪里还敢占小新哥的专属车位呢？你的话让张小欣原本的笑脸微微僵住，暗暗的咬紧了牙关。导演也不好帮谁，只得出来打圆场，一边拍手一边道：好了好了，吉时快到了，大家准备一下，准备开机仪式。接下来的开机仪式就是按部就班，在导演的带领下，众人点香拜神，最后由导演掀开盖着摄像机的红布，众人纷纷鼓掌，这意味着电视剧扫黑正式开拍。电视剧扫黑正式开拍，你在这部戏里的戏份虽不足几个主角，但还是相当重要的。道具组、摄影组等都已各就各位。导演拿着场记板放在摄像机前，喊了一声各就各位 action。第一场戏正式开拍。扫黑这部戏讲的是公安干警联合公检法等各部门，将盘踞在中江省绿藤市10几年的2大黑恶势力团伙一网打尽，并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和那些被腐蚀的政府官员绳之以法的故事。前面几场戏是老戏骨的戏，就算是张小欣如今正当红，他也识趣的往后稍稍。老戏骨毕竟是老戏骨，虽然 NG 了几条，但还是拍出了导演想要的效果。各位老师辛苦了。导演招呼几位老戏骨休息，接下来便轮到张小欣和江疏影的戏。这段戏讲的是江疏影饰演的记者黄熙，独自一人暗访美一代，被人发现他用腕表进行偷拍，继而被对方控制住，想要给黄熙点颜色瞧瞧。这个时候，张小欣饰演的刑警1号及时出现，救下黄熙，并依法扣押了黄熙手表的戏。随着导演的打板，这一幕戏正式开拍。一开场便是0号出场的一幕，屋内美丽带众人已经扣住黄熙，正想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就在这个危机的关头，警察破门而入，都不许动，别动，蹲下，别动，警察！一众警察冲了进来，将美丽带的众人按住。0号信步走了进来，镜头立马给到了带队的0号，这是0号的第一次出场，对树立0号这个人设至关重要。只见0号扣了扣嘴，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一副自以为潇洒的模样，开始环顾四周，还没来得及做下一步动作，便听到导演大声喊道：看！张子欣一愣，旋即皱起眉头看向导演：5万怎么了？5万走过去说道：醒醒，不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说，0号是一个热血正义的年轻刑警，此时的他阳光帅气，正义感十足，又有几分桀骜不驯，但你刚刚那样子，我实话实说了，你也别介意，但你刚刚那样子痞里痞气的，不像是一个干练的刑警形象，桀骜不驯不是这样演的，你这样一出场，就完全破坏了0号这样一个刑警的形象，你明白我意思吗？被导演这么一顿说，张子欣脸上有些挂不住，但也只得点头。之前已经拍了的老戏骨表现都不错，大多几条就过，就算不过的那几条都不是他，大问题只是有些瑕疵，而自己刚开场就被卡了，而且问题还非常的大。这些老戏骨可都还在一旁看着呢。跟老戏骨拍戏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当然是关注度高，流量明星们可以标榜自己；跟老戏骨演戏，坏处就是演技跟不上的话会很有压力，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各单位准备再来一条，5万也是无奈，毕竟张小欣的资方那边安排的就是为这部戏吸引流量的，毕竟
竟张小新的粉丝量还是很惊人的，要是换做其他人，5万恐怕就要破口大骂。Action 5万再一次打板，重新再来一条。这一次张小新一出场，用大拇指在鼻子处一抹，吸了一口鼻子，又朝地上吐了一口口水，然后环顾四周，见美丽带的小头目趁机逃跑，猛地瞪大了眼睛看5万，扶着额头，一脸的无语。这还不如上一条呢。张小新这一次脸上彻底挂不住，脸色已经变得相当的僵硬，已经2次了，刚开场就被喊停。不过他一向标榜勤奋努力的人设也不好，按捺下心中的闷气，张子欣向5万走过来道导演，要不5万摆了摆手，打断张小新的话道：“小新，要不你先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状态。”张小新愣了一下，只得点点头。好吧，一旁看戏的老戏骨都有些看不下去，不过他们也知道这是由市场决定的。如今的市场，一部好戏不见得会大火，反倒是那些流量明星演的烂剧，一大帮粉丝买账。虽然这部戏是上面牵头的，但也想要收拾好的事。准备一下，下一条拍你戏。导演招呼一直，坐在一旁静静看着你，听导演教导你。在场的所有目光一下子都落到了你身上。场景已经搭设好了，是一间夜总会。你扮演的孙兴，本就是绿藤市凤凰夜总会的老板。各就各位 ，Action！ 随着导演的打板，拍摄正式开始。昏暗的一个豪华包厢内，一个小弟被倒吊在这，披头散发，脸上满是惊恐，汗水和红色混在一起往下流，显然刚刚是被拷打了一番。镜头一转，只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慵懒地把头枕在一个女子白花花的大腿上，背对着镜头。突然放在案桌上的手机铃声响起，男人伸了一只手出来，接通了电话，慵懒的声音响起，为电话那头传来着急的声音：“新哥出事了，我们的医美中心被警察查封了。”知道了，男子愣了片刻，淡淡的回道，随后便挂了电话，从女子的大腿上爬了起来，坐到沙发的角落，用手抓了抓头，光看背影就知道他现在很烦躁。被吊着的小弟惶恐的看着，脸上的肌肉忍不住的微微颤抖。他虽然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配角，但是此刻看着那道背影却也入戏，真切的感受到了害怕，仿佛那个人转过身来就要把他吃掉。新哥，新哥，我错了！听到小弟的求饶声，男人停下了脚步。这时镜头对准了这个背影，背影缓缓转身，是一张面不动声色的脸庞。看着被吊着的小弟，嘴角突然多了一丝戏谑。镜头给到另外一边，几个小弟正围着那个被吊着的男子，让你去收个钱，你谈感情。一个小弟开口，我们是真感情啊！被吊着的男子连忙求饶，小弟骂道：“他娘的，都像你这样，新哥的美丽带还要赚钱吗？啊，吃里扒外的东西是。”镜头转到孙兴这里，只见孙兴嗤笑了一声，嘴角一翘，一股森然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新哥，新哥，我错了！被吊着的男子看在眼里，连连颤声求饶。孙兴脸上戏谑的味道更浓了，然后在两旁整了整，突然从地上操起一根铁耙，一边笑着一边在地板上敲了敲，梆梆梆声音直接把被吊着的男子吓得脸色上。新哥，我错了，我跟他是真感情啊！孙兴把脸上的墨镜微微往下推了推，顿时露出一双疯狂的眼睛，举起了球棒，做出了一个挥击的动作。一个小弟立马会意站了起来，拿出一个棒球朝孙兴扔了过去，然后立马闪身。被吊着的小弟瞬间吓得浑身发抖，发出恐惧的声音：“不要碰孙兴！”挥了一棒子，正中棒球，噼里啪啦，棒球从被吊着小弟的耳畔飞过，让周围的酒瓶碎了一地。小弟直接被吓傻了，而孙兴则是露出了一个懊恼的神情，突然咧嘴，露出了一个发泄过后的爽快笑容，将棒球棍一扔，转身离去。那离去的背影又渐渐的恢复风骚。看随着导演的声音响起，所有剧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松了一口气。刚刚他们都提着一口气，生怕自己的一个失误而断送了刚刚这一场几乎完美的戏。好，很好，大家都辛苦了。导演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脸上满意的笑容已经出卖了他。全程你只有一句台词，但是孙兴疯狂、残忍而又喜怒无常的形象一下子就给立住了。这就是他想要的孙兴。这一次找你来演孙兴，真是找对人了。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一条活，整场戏不算短，但却一气呵成。就算是几个配角也是表现完美，仿佛你有种能带动他人入戏的能力。这个年轻演员不简单啊，他日成就必定不低。虽说5万在试镜的时候已经领略过你的实力，但是此刻他还是忍不住暗暗赞叹。啪啪啪，旁边观摩的几个老戏骨都不禁鼓起掌来。这样的戏他们也演得出来，但是却不能保证一条活。然而你比他们年轻太多，而且也只有一部戏的经验，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实属难得。天才，这是几个老戏骨心中的第一感觉。一旁的张小新看着谦虚的对众人表示感谢的你，轻哼了一声，眼底尽是不服之色。拍摄的工作其实很枯燥无聊，也算是给了众人不小的惊喜。一天的拍摄工作结束，众人也都挺累的，最累的还是剧组幕后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导演，因为他全程几乎都要跟着，到现在还在看今天拍摄的镜头。不过你还是趁这个间隙找到了导演。5万停下手头的活，转头看向你，你也不墨迹，开门见山道：“导演，我有个朋友一直都在外面跑龙套，演技还可以，剧里面有没有什么角色可以让他试一下？”事实上你也知道，作为一个刚进组的演员，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好，但是这个社会终究是个人情社会，无论在哪一个圈子，想要进入都不容易。然而让你没想到的是，5万却是答应的异常的干脆。好啊，实话跟你说，这部剧是上面牵头拍的，资方不参与制作，大部分的演员我都有决定权，否则也不会找上你。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我可以给你朋友一个试镜的机会，若是可以，自然有角色给他安排；若是不行，我也不会给任何情面。心里连忙点头，认真的道：“谢谢导演。”不客气。导演笑着摆了摆手，他不介意卖一个面子给你，因为他真的很看好这个年轻人。如今结下一段善因，日后指不定会得到一段善果。酒店豪华的总统套房内，张子欣刚刚洗完澡，穿着浴袍躺在大床上，目光有些呆滞，显然对白天的事情依旧耿耿于怀。这时手机铃声响起，张子欣拿起手机一看，是他的经纪人杨天真打来的电话。接通电话那头传来杨天真兴奋的声音：“小心拍戏的消息上热搜了。”张子欣懒洋洋的回了一声，上热搜对他
他而言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怎么了？好像不高兴的样子。杨天真听出了张子欣语气中的不对劲，张子欣叹了一口气道：能有什么？还不是因为那个小懒。电话那头传来了杨天真疑惑的声音，这个人他倒是听说过，前2天还因为被路人打而上了一次全网热搜，加上后来骑共享单车去世界，占了小新的车位。总之这个人也是够奇葩的。杨天真问他怎么了，张子欣悠悠地将这2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甚至添油加醋地跟杨天真说了一遍。杨天真听罢，气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个小懒真是大胆，演了一个还可以的角色，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一进组就和前辈杠上，以后还想不想在娱乐圈混？小新你也不用生气了，安心演你的戏。至于小懒嘛，我来想办法，保证帮你出这口恶气。这种没大没小的人就不应该出现在娱乐圈。另外一边，你的出租屋内你也在打电话，他打电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胖子。胖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啥好消息啊？那边传来胖子的声音，你可别太激动了，别卖关子了。胖子，我已经不知道啥叫激动了，我只知道惊吓。你嘴角微微一翘，徐道我今天找了扫黑的导演答应给你一个试镜的机会，试镜通过的话会给你安排一个配角，不行的话那也只能滚蛋了。话音落下，电话那头没有了声音，你等了一会还是没有声音。胖子，你他娘的没事吧？你心中好笑，刚刚还说不激动呢，现在话都说不出来了。不过不会是激动的出现什么心动吧？正愣神间，突然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了一声猪叫，吓得你连忙将手机放远。电话那头接连传来猪叫声，不用看也可以想象得到胖子那欣喜若狂的模样。不过你却是咧嘴笑了，发自内心的笑了。原来帮助他人完成梦想也是一件极快乐的事。胖子的事情很顺利，最终获得了一个在剧中演你小弟的角色。当晚胖子喜极而泣，哭得稀里哗啦。你的拍摄工作也是进行得非常的顺利，和几个老戏骨对戏都获得了对方的交口称赞。几场戏下来，你将孙兴的那种傲慢霸道、病态一般的凶恶等复杂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他们也觉得有些奇怪，和你演对手戏的时候似乎特别容易入戏，只要你饰演的孙兴一笑就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孙兴虐待徐英子的那场戏，江疏影在一旁看着都有些喘不过气来。还有一场酒局上的戏，酒局上假酒老板告诉孙兴，就没有人敢拒绝自己的假酒生意，甚至还提起绿藤的高鹤，从前还要给自己擦皮鞋。在听到高鹤这个名字时，孙兴的脸色1秒钟就变了好几遍，看上去是大家和谐的吃饭，但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孙兴此刻心里隐藏的愤怒和压抑。当后面孙兴一个人跑到洗手间，对着镜子自言自语时，更是让人看出来这个角色内心的扭曲和挣扎，不管是节奏把控还是情绪的转变，堪称完美。孙兴这个角色虽说是个配角，但是却是真正贯穿整部戏的核心人物，剧情的展开都是围绕着原名为高鹤的孙兴脱罪而展开。有你的演技支撑孙兴这个核心角色，导演5万放心太多，而且在你身上5万也是越拍越大胆。孙兴的许多戏都让你自己来设计，比如他坐在派出所所长胡孝武的办公室，两腿伸在桌子上，大大咧咧地拿着胡所长的镜子照，并大言不惭说自己是受害者。紧接着面对胡所长的斥责，笑嘻嘻地进了一句。这2个细节和动作设计让所有人击节叹赏，真的把孙兴骨子里对法律的蔑视还有狂妄到无法无天的状态一下子就凸显出来，就连老戏骨们都不得不赞成一声妖孽。随着拍戏的深入，你的演技越来越得到剧组众人的认可，就连一些幕后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被圈粉，看你演戏那简直是一种享受。而且你的戏大都是一条就过，大大减轻了幕后工作人员的负担。反观张小新那边，演技一如既往的拉垮，光是外形的处理导演就不是很满意，一个警察油头满面，根本就没有领悟到林浩其实是一个硬汉形象的精髓。不过5万在张小新身上也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毕竟张小新的本质还是一名爱豆，明星找他来就是为了给这部剧增加流量的。5万能做的就是把张小新的戏尽量的简单化，但这样也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现象，那就是原本人物性格饱满的明浩，在张小新的演绎下变成了单一刻板、没头脑和不冷静的警察，甚至会让人觉得这个男主角都变得有些多。不过5万也不担心，毕竟粉丝们都是带着滤镜的，他们只要看爱豆耍帅就行，稍稍有一点高光的表现就能让他们高潮。你和张小新是剧里的2名帅气的年轻人，一个是刚刚崛起的年轻演员，一个是从当红偶像转型过来的演员，而且在开机的时候2人又闹了点小矛盾，所以这2个人难免被剧组的人拿来做比较。虽然大家嘴上并没有说什么，但也都心知肚明。而和张小新对手戏份很多的江疏影，在和张小新对戏的时候始终找不到感觉，有些游离于剧情之外，这也让他颇为苦恼，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演技。他一直想要向你取经，但奈何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因为你一收工便走，不知道干什么，每一次都是匆匆忙忙的。而且她其实算是有些安静的女孩子，并不是很会去跟人沟通，这也是为什么这么些年外形条件优秀、演技过关的她一直不温不火，不能跟那些流量明星相比。终于在经历了将近1个月的拍摄以后，轮到她和你在剧中演对手戏，这让江疏影心中忍不住有些期待。开拍之前，江疏影做足了功课，毕竟你的演技给她压力还是相当大，她可不希望自己拖了后腿。这一幕戏是江疏影饰演的黄熙给小明贺云过生日，从而撞见了正在给妈妈庆祝生日的孙茜，这是剧情反转的关键，是一幕很重要的戏。各就各位 action。 随着导演的一声令下，这一幕戏正式开拍。贺云的屋内，贺云正一个人看着电视，这时候来了一条短信，贺云拿起一看，是高明远发来的短信，生日快乐。这个时候敲门声响起，贺云愣了一下，便起身开门，脸上带着些许笑意。门一打开，贺云顿时愣住了，站在门口的不是高明伟，而是手中拿着一束花的孙兴。妈，你来干什么？贺云皱起了眉头，孙兴的脸上却是露出难得一见的温和笑容，提起一个蛋糕道生日快乐。贺云脸色一沉，便想要把门关上，孙兴却是连忙靠着门道，妈妈，我从村子里跑出来就是为了给你过55岁生日，我待不了多久，你吹完蜡烛就走。贺云看着孙兴真挚的眼神，还有那带着几分纯真的笑容，不由得心底一冷。进来吧，孙
孙兴笑得像个孩子。进入屋内，贺云连忙将门关上。孙兴打量了一下贺云的房子，然后将花递到了贺云的面前。生日快乐！贺云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不由得神情有些复杂的一笑。坐吧。孙兴嘿嘿笑了2声，便依言坐下。屋内的戏正在进行着，屋外的江疏影暗暗地吸了一口气，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因为接下来就该他出场了。导演打了一个手势，表示江疏影可以进去。屋内母子2人正在准备吹蜡烛，场面难得的有些温馨。却在这时，咔嚓一声，门开了。小姨，我来给你过生日了。黄熙提着蛋糕，笑容满面的开门。贺云和孙兴看着黄熙都是猛地一怔，黄熙的笑脸也是瞬间僵住。孙兴空气仿佛凝固住了一般。孙兴刚刚打着火的火机收了回来，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黄熙。这一瞬间，江疏影顿觉寒意丛生，迅速入席。你走吧。贺云神色复杂地看了眼孙兴，孙兴回头看向贺云时，神色又变回了之前的温和，笑道：“你还没吹蜡烛。”说着，孙兴便去点蜡烛。55岁正好5天。贺云神色复杂看了眼黄熙，黄熙眼中尽是震惊，还有迷茫。来，孙兴将蛋糕推到贺云的面前，贺云急忙想要吹蜡烛，让孙兴赶紧离开这里。还没许愿呢。孙兴依旧是一脸笑容，那种从容而又肆无忌惮的气息，尽显无疑就是贺云都被镇住了。贺云有几分无奈，又有几分痛苦的许了一口气，将5根蜡烛全部吹灭。孙兴全程脸含笑意的看着道：“那我走了，生日快乐妈。”这一声妈叫的熟人且轻描淡写，却是让黄熙如遭雷击。孙兴并不急着走，而是目光阴冷的一直盯着黄熙。江疏影只感觉那眼神如同一只豹子，忽然盯上了，眼中的猎物充满了危险，仿佛下一秒孙兴就要掏枪抵在自己的头上。震惊、失望、害怕，种种情绪涌上心头。江疏影已然入戏深受，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在这一瞬间完美的表现出来。一旁的导演也是忍不住的，这才是江疏影的真正实力。眼看孙兴就要从腰间掏出手枪，江疏影全身忍不住微微颤抖，眼中的神色渐渐被惊恐所占据。快滚！贺云陡然一声怒吼，吓得黄熙手中的蛋糕应声落地。孙兴拔枪的手缓缓放下，眼神中的杀气也是缓缓消退，但那冰冷的目光依旧让人发怵。目光下，黄熙就像是一只被惊吓到了的羔羊。孙兴打开门，目光却一直落在黄熙的身上，仿佛是一座大山一直压在黄熙的胸口。门缓缓关上，那充满压迫性的目光渐渐消失，黄熙这才如泄气的皮球，全身一松，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和你的这段对戏，让江疏影真切地感觉到，刚刚他面对的就是恶魔孙兴，而他就是撞破小英命运的记者黄熙。这和之前与张子欣对戏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和张子欣对戏，他只感觉是按照剧本走，为了演戏而演戏，但是现在他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入戏的状态。接下来和小姨贺云的对戏，江疏影依旧保持着入戏的水准，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一幕非常关键的戏份。cut！ 导演一声喊下，全场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这段戏属于剧里的高潮戏份，因为警队里面的黑手贺云开始浮出水面，对观众而言是极具戏剧性和冲击力的戏，非常的关键。如今竟能一条救国，而且完成的如此完美，一出好戏，值得庆贺。辛苦了，辛苦了！导演心情很好，笑着对剧组众人表示感谢。江疏影知道最应该感谢的是你，因为刚刚自己是被你带入戏，才完成了如此高质量的戏。不过他还是有几分骄傲，原来自己的戏也可以演得很好，总算是在众人面前，还林峰的面前证明了一把自己。这时导演笑道：“今天是母亲节，大家早点收工，回去好好陪陪自己的妈妈。”剧组众人一阵欢呼。江疏影原本还想趁机在戏后找你交流一下心得，但是看来并不凑巧。从横店出来，江疏影心情大好，去买了一束花，驱车便往自己父母的住所而去。5星娱乐公司偌大的办公室内，一个身形有些肥胖却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老板椅上，她便是5星娱乐的 CEO 杨天真。你说你跟了林峰快1个月，一点黑料都跟不到。面前的瘦小男人点头道：“每天他一收工就在街边随便吃点东西，然后去做代驾，一直做到很晚，还骑单车回家。第2天继续说什么？”杨天真张大了嘴，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他去做代驾？是的，男人点头。但我一开始也觉得很奇怪，后来我跟了几次，他确实是在做代驾，甚至我还去代驾平台确认叫过一次他的代驾，所以千真万确。听罢，杨天真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上一部戏的片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00万，没理由落魄到要去做代驾。难道是兴趣使然？男子倒不像是兴趣，而是他看起来确实很穷，很穷。杨天真皱起了眉头，露出疑惑的神色。是的，男子回道，他一天到晚穿的衣服都是很廉价的 T 恤，而且吃饭要么在剧组吃，要么就吃便宜的路边摊，而且出行都是骑共享单车，住的也是廉价的出租屋，也从没见他出入过什么高档的会所。这样子，杨天真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好一会，杨天真喃喃道：“难道他是有什么不良嗜好，吃喝嫖赌什么的，甚至吃白面？否则没道理100万片酬这么快就挥霍一空，定是这样的。”杨天真肯定了自己的想法，看向瘦小男人道：“跟给我继续跟着他，他一定是有着不可告人的黑料，给我挖出来。”是瘦小男人点头称是，只要你给我挖出他的黑料，我答应的酬金1分也不会少给你，而且如果够劲爆，酬金我加倍给。杨天真拍胸脯道：“我一定尽力而为，请您放心。”杨老板男人一双3角眼露出金光，随即向杨天真告辞。杨天真看着男人离去的背影，眼底闪过一道寒芒，不识好歹，敢得罪我们，小心我一定会叫你身败名裂。今天是母亲节，这虽然是一个洋节，但也渐渐被国人所接受。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对自己母亲表示感谢的节日，这与龙国孝敬父母的传统相吻合，所以国内许多的年轻人也借这个机会向给予自己生命的母亲表示感谢。不过对于你而言却没有什么意义，毕竟自己是网络小说主角的命，前世今生都是个孤儿，孑然一身，永无牵挂。而且这一世摊上一个坑爹的系统，不过你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有得必有失嘛。想要获得系统给予的资源，当然要付出一些东西。系统每个月会付给你5000块的生活费，但是这在寸土寸金的京都，也只是能勉强够用。想要生活的稍微好一点，你也只能打零工补贴家用，毕竟打零工得来的
钱，系统并不会去治你。况且上一次和胖子出去吃饭是你买的单，他就算再穷，也不会让正处于困难时期的胖子去买单。所以现在的你只好出来跑个代驾，赚点生活费。特别是今天是母亲节，许多人都是家里聚餐，所以叫代驾的人也多了不少。刚刚跑完一单，以便又在平台上接了一单，扫了一辆共享单车，以便往平台上定位的地点而去。江疏影出生于一个良好的家庭，她的父母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她就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中长大。她虽然沐浴着家人的爱，但是父亲严肃的管教对江疏影的性格影响很大，这也导致江疏影性格有些内向，不擅长接触陌生人。如今女儿长大，也算功成名就了，江父也就放开了家宴，期间甚至还和江疏影喝了点酒。江疏影今天本来心情就挺好，加上和父母在一起，更是非常的开心。不过开心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家宴结束，江疏影便和父母告别，返回自己的家。毕竟如今扫黑的拍摄正是紧张的时候，她第二天还有戏要拍，因为喝了点酒，加上母亲节，也不想麻烦小助理，江疏影便叫了代驾。江疏影戴上鸭舌帽和墨镜，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代驾便打来了电话，接通电话，江疏影给对方报了一个确切的位置，对方非常客气的让他稍等片刻，现在就回。放下手机，江疏影不由得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刚刚电话里的那个声音似乎有些熟悉啊，好像在哪里听过一样。不过一时之间他也想不起来。想多了，江疏影潸然一笑，看来自己是有点喝多了。正想着代驾小哥到了，只见他和自己一样戴了一顶鸭舌帽，透过车窗看着那身影，又是一股熟悉的感觉。江疏影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一道今天白天见到的声音，不可能吧？江疏影微微摇了摇头，驱赶掉脑海中不切实际的想法。嘟嘟，代驾小哥敲了一下车窗，江疏影将车窗放下，只见代驾小哥弯下腰，客气地询问道：“你好，小姐，我现在可以上车了吗？”然而江疏影藏在墨镜后的一双美眸却直愣愣地盯着代驾小哥的脸。待他看清代驾小哥的面容时，蓦地他怔了一下，短促而痉挛地呼了一口气，露出怎么也抓不住要领的神情。你是林峰，你认识我？小懒疑惑地问道。他倒是没有想太多，毕竟自己也演了一部大火的电视剧，认识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奇怪。没想到车内的女子却是非常惊讶的样子。天啊，真的是你！小懒怔了一下，总觉得这声音和身影都很熟悉，难不成是自己认识的？你绝对是史上最抠门的千亿影帝，吃面只是最便宜的素面，出行全靠共享单车，就连住宿也是最便宜的出租，全身衣服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而这一切只因你觉醒了影帝培养系统，但狗系统却要求你必须将所有演戏所获得的收入全部做慈善，每个月只给你留下5000块当花销。女子将鸭舌帽摘下，露出如破的青丝，然后将墨镜摘下，露出一双好看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自己。江疏影，这回轮到小懒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晚上做代驾，竟然遇上了白天一起搭戏的江疏影。小懒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在美女面前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这绝对是每个男人更愿意去做的。如今却让江大美女看到自己做代驾讨生活的落魄样子，小懒微微有些尴尬。反倒是江疏影落落大方，眼含笑意地看着小懒道：“愣着干嘛呢？你不是代驾吗？上车啊！”“好的，老板。”小懒点了点头，一句俏皮的话化解了尴尬。江疏影嫣然一笑道：“上来吧，开车稳一点哦。”小懒笑笑便开门上车，车是一部白色的帕纳梅拉，算是小懒开过最好的车。特别是车内有一股非常好闻的淡淡香味，小懒心中暗赞，不愧是女孩子的车，单是这味道都让人着迷。更何况身旁坐着一个身材修长、俏脸因为喝了点酒而有些红扑扑的大美女。在剧组的时候，她和江疏影已经有了接触，但是像现在这样同处在车内这样私密空间的还是第一次，气氛有一丝暧昧，又有一丝尴尬。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不远处一双三角眼正盯着他们，而且举着一个长炮筒相机对准他们，咔嚓咔嚓的不停按下快门。车上，江疏影一双好奇的美眸看着正认真开车的小懒，不得不说，小懒的颜值丝毫不输当红的小鲜肉，关键是他比小鲜肉还多了一股阳刚之气，让人看着很舒服。不过更让江疏影好奇的是小懒的身份，白天还是演技炸裂的演员，晚上却变成了代驾司机，这角色转换有点大吧？小懒感受到江疏影的目光，问道：“怎么了？”江疏影拖着下巴，好奇道：“小懒，你怎么会做代驾的？不会是想体验生活吧？”确实有一些演员想要演好某一个角色，而深入现实生活去体验，这倒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小懒笑了笑，回道：“如果我说是生活所迫，你信吗？”闻言，江疏影微微一怔，认真的想了想之后，点头道：“我信。”为什么？小懒有几分意外。江疏影嫣然笑道：“因为你没理由骗我啊，而且天天都见你穿个 T 恤、牛仔裤、帆布鞋，还用一台几百块钱的手机，我以前还以为是你节俭呢。”小懒没想到这小妮子好像还暗暗观察过自己啊。江疏影看着小懒，犹豫片刻，问道：“小懒，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需不需要我帮忙？”小懒扭头看了一眼江疏影，苦笑一声道：“谢谢，不过你帮不了我。”他这个还真是谁都帮不了，就连说都不好跟人说，总不能说自己带了一个系统，而系统还要求自己把演戏得来的钱全部拿出去做慈善吧。不过他倒是真心感谢江疏影，他感受得出来，江疏影家教很好，是一个善良的女孩，不像娱乐圈其他女星那样功利，否则以江疏影的条件，早应该大红大紫，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温不火。然而小懒越是不说，江疏影就越是好奇。按理说，小懒已经演了一部戏的男主角，片酬比普通人的收入要高得多，加上如今又马不停蹄的参演《扫黑》这部电视剧，片酬应该也不会太少，不至于要被生活所迫到做代驾。要知道，做代驾的收入和做演员的收入是完全不能比的，难道是深欠巨款，亦或者是要替家里还债？但这也说不通啊，因为两部戏的片酬都抵不上的话，做代驾岂不是杯水车薪？江疏影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小懒既然不愿意说，
么江疏影也就识趣的按捺下心中的好奇，不再多问。小懒，听说你以前是在横店跑龙套的？小兰点头。江疏影拨了一下头发，道：“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说，你演技是怎么磨练出来的呢？”他一早就想和小懒交流这个问题，现在这么好的机会，他肯定不会放过。小懒笑道：“天生的。”江疏影有些失落，果然有些人本来就是天才，不是常人所能比。开玩笑的。小懒看了眼江疏影，咧嘴一笑。不知为何，乖巧的江疏影激起了他想要调戏一下的冲动。江疏影瞪了他一眼，微微嗔道：“开玩笑，我是认真向你请教的。”小懒点了点头。不可否认，系统给予的大师级演技、一秒入戏的技能对他的演戏起了最主要的作用。但是小懒对于剧本、人物的理解，以及自己不断的去感悟学习，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毕竟系统给予的技能就像是一个提纲，真正想要将这些东西生动、形象的应用到演戏当中，也是需要他自己在真正的演戏当中去感悟、去融合的，否则永远都只是纸上谈兵。小懒融合了系统的东西，也让他像那些演了无数戏的老戏骨一样，有自己的经验与心得。他当然乐于将这些经验与心得同江疏影分享。真想听。江疏影认真的点头。好，那我就说一下，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你听听就好。我在演一个角色之前呢，首先会对这个角色进行一个深入的理解。就比如演这一次扫黑里的孙行，除了看剧本以外，我还看了不少纪录片资料和法制相关的纪录片作为补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得到足够的角色沉淀。小懒一边开车，一边讲述着自己演戏的经验和心得，江疏影则是认真的听着，时不时恍然的点头，又或者眼嘴浅笑，又或者插上两句。车窗外的灯火如流星一般闪过，车上的两人一路探讨着演戏的心得。不知不觉间便已经来到了江疏影的小区。林峰下车关好车门后，像小弟一样小跑过来帮江疏影打开车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老板，请。”江疏影看着想笑，但一想到林峰不是演戏，而是真实的代价，反而感觉有点怪怪的。互相道别后，便往车库外走去。走了几步，突然回头看向江疏影，笑道：“记得给个5星好评，一定。”江疏影嫣然一笑，不得不说，和美女聊天就是让人心情愉悦。林峰心情大好，轻哼着小曲，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往自己的出租屋骑去。浑然不觉阴暗的角落里，一个摄像头正对准了自己。5星娱乐公司豪华办公室内，杨舔真看着相机里的照片，杨老板，你说巧不巧？林峰做代驾，竟然撞上了同剧组的江疏影。一旁站着的三角眼男人带着几分揶揄道。杨天真笑了笑，照片报到网上去，不过你要写明。林峰骗得女神江疏影芳心，母亲节当日同去江家见江家父母，然后深夜驱车一同回女神江疏影的家。第二天林峰来到剧组的时候，总感觉有些怪怪的，似乎每个人看向他的目光都变了，有好些人在他走开以后便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前往化妆间的路上，林峰碰上了孙红磊。早啊，红磊哥。林峰礼貌的打招呼，孙红磊却是笑眯眯的，原本就小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神色有些古怪的拍了拍林峰的肩膀道：“小子，可以啊。”林峰闻言一脸的莫名其妙，怎么了？孙红磊嘿嘿笑道：“你个臭小子还装傻。”两人正说着话的时候，张子欣也到了，看了一眼林峰，目光中竟多了一抹嫉妒和怨恨。林峰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林峰，你跑哪去了？你知不知道出大事了？胖子一看见林峰说道：“你又上热搜了，你不知道？快上网看看吧，现在估计网上都炸锅了。”林峰连忙掏出手机，点开热搜，热搜榜第一，标题赫然是江疏影恋情曝光，男朋友竟然是他，后面还跟着一个带火的豹子。点开一看，只见热搜的内容是国民女神江疏影恋情一曝光，男友竟然是同剧组的演员林峰，两人疑似因戏生情。林峰看着这条报道，整个人愣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做代驾碰巧遇上江疏影，竟然被人拿来做文章，而且似乎有人跟拍他。胖子神色古怪的看着林峰，问道：“林峰不会是真的吧？”在他眼里，林峰人除了穷点，没有其他的优点。如果她是女人，他也会爱上林峰的。所以林峰和江疏影在一起，他倒是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甚至还觉得江疏影有眼光。林峰没有搭理胖子，而是点开了评论，评论已经多达几万条，而且还在持续增加当中。看了一眼自己的账号，果然账号也直接沦陷了，下面一片谩骂之声。另外一边，江疏影的账号也沦陷了，下面脱粉、快跑、眼光等热词比比皆是。林峰一阵头大，他自己倒还好，毕竟之前饰演安家和一角，已经让他被网暴了一次，两世为人，他的心理素质可好得很，就连狗系统那样苛责的要求，林峰都接受了，又岂会在意他人的目光？不过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恐怖得多，而且这一次不同，这一次牵涉到了江疏影，这是让他头痛的地方。网上沸腾了，所有人都在吃瓜，都在发泄。这个时候，导演的助理走了过来道：“林峰导演，让你过去一下。”好，林峰点了点头，便跟助理走了过去。他知道导演找自己，多半是因为网暴他和江疏影恋情这件事，毕竟扫黑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要开播了。只见导演还有制片人已经在屋内等着他了，而且还有一道修长的身影，不是别人，正是江疏影。林峰看了一眼江疏影，而江疏影也在看着他，两道目光对视，都是微微愣了一下。林峰坐吧，5万做了一个请的动作。林峰点了点头，便在江疏影的身边坐下。制片人看了一眼眼前的俊男靓女，徐徐道：“今日的热搜想必大家也都看了，按理说这是私人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干涉，但是如今扫黑拍摄已经快要完成，即将开播，而在剧里面疏影的 CP 是小新，我怕到开播的时候观众不买账啊。事实上这部剧之所以找来张小新，就是为了在剧中和江疏影组 CP， 毕竟如今的好多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喜欢磕 CP， 如果江疏影真的跟林峰在一起，那么这个 CP 效果就全没了，甚至适得其反。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娱乐公司都严禁旗下的艺人谈恋爱。制片人还想说什么，没想到林峰和江疏影却异口同声的道：“假。”
假的。制片人的眉头一皱，可是网上那些照片是怎么回事？闻言，江疏影扶了扶额头，欲言又止，看向林峰。一来林峰做代驾这件事着实有些匪夷所思，二来不知道林峰是不是有苦衷，贸然说出来不知道林峰高不高兴，所以还是让林峰自己说吧。林峰倒是没有犹豫，开口道：网上的内容纯属臆想捏造，事实是这样的，我在剧组拍完戏以后，就利用晚上的这点时间去做代驾，而疏影呢，昨天母亲节去看望爸妈的时候喝了点酒，所以就叫了代驾，然后就是那么的巧，疏影叫代驾叫到了我就作为代驾司机送疏影回家。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么简单。制作人和5万听罢都是一脸的问号。制作人嘴角微抽道：你收工后去做代驾？他在娱乐圈混迹了20多年，从未听说过有艺人竟然会在拍完戏以后是会去打零工的。拜托，你好歹也演了一部戏的主角，而且这一次扫黑的片酬也有50万，嗨嗨，虽说是有点少，但是也不至于去做代驾吧？这理由是把我们当傻子吗？制片人看着林峰的目光满是狐疑，林峰看在眼里，便从兜里掏出了自己的千元机，点开代驾 app， 展现到制片人和5万的面前。这是我代驾平台的账号，还有这是昨晚接的疏影那一单。江疏影这个时候也拿出了手机，这是我昨晚叫林峰的那一单，还有这是我给林峰付的服务费，时间、地点、行程全部都对得上，事实摆在面前，由不得制片人和5万不信。制片人和5万惊讶过后，都是暗暗的松了一口气。制片人道：那就简单了，你们发个声明，把事情解释清楚就行了。如果没什么，你们就先忙去吧。林峰和江疏影点头，随后一起离开房间。制片人缓缓点头，奇道：可是明明这么好一块演戏的料，他为什么要去做代驾？屋外，林峰和江疏影并肩而行，不好意思连累到你了。林峰停下脚步，看向江疏影道。江疏影一怔，却是低下了脑袋，轻轻的哦了一声。事实上，林峰的这句话看似道歉，却是显得见外了。却在这个时候，江疏影的手机响了。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江疏影说着，走到一旁接电话去了。林峰轻叹了一口气，其实他刚才想说，发声明的时候，能不能不提他做代驾的事情？他倒不是怕丢脸，而是不想把自己的隐私暴露太多。林峰苦笑着摇了摇头，便去化妆间准备了。江疏影如果不把他做代驾的事情曝光，就很难解释得清楚整件事情。再说了，他也没有做什么亏心事。林峰没有继续管这件事情，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到拍摄当中。扫黑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各项工作都在紧张而有序的进行当中。林峰也没有再去做代驾了，毕竟如今风口浪尖，再出去跑恐怕又要惹来流言蜚语。况且他还是有系统工资的，支撑温饱还是足够的。林峰躺在床上刷着今天的新闻，果然江疏影那边发声明了。不过让林峰意外的是，声明很简短，就只是说明和林峰并不是恋人关系，只是普通朋友。谢谢网友们的关心，丝毫没有提其中的细节，而且声明下面直接把评论给关了。林峰会心一笑，看来江疏影还是蛮善解人意的嘛。另外一边，豪华的套房内，张小新和杨天真正通着电话。你说这一切都是你让人跟拍的？是林峰做代驾碰巧撞上了江疏影。张小新惊讶地说道。不然你以为呢？电话那头的杨天真轻笑道。就凭他那穷酸样，连个像样的房子车子都没有，还跑去做代驾，他也能追得上江疏影？听了杨天真的话，张小新原本的郁闷一扫光。和江疏影对戏的时候说没有一点心动，那是不可能的。江疏影真的很漂亮，而且身材高挑，特别是那股知性的气质让人着迷。对于江疏影，张小新都不敢动什么歪心思，如今竟然让他看不上的林峰比泡酒，这让他如何不气？此刻张小新却心情大好，嘿嘿一笑，也是，癞蛤蟆怎么可能吃得到天鹅肉？还是好好吃屎吧。杨天真也是笑道，自以为有点演技就很了不起，娱乐圈不是他这样混的，要继续这样以后还有他好受的。张小新笑道，对了，这一次他在剧里演的又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开播后恐怕又少不了被人一顿骂，嘿嘿。杨天真阴恻恻的道，到时候只要稍微带一下节奏，他就是你的垫脚石，用他来衬托你这个警察角色的英勇伟岸，到时候我们赚得流量和名声，而他则是背负骂名。闻言，张小新的嘴角忍不住咧开，真是让人期待啊。在导演5万宣布杀青的那一天，整个剧组都欢呼了起来。林峰也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却在这时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恭喜宿主完成扫黑拍摄，正在对宿主此次出演进行评分，评分完成。本次出演电视剧《扫黑》孙兴一奖，人物理解83分，演技82分，台词85分，情感83分，动作80分，综合得分82分。狗系统给的工资那么低，要求却是那么高。本次增加影帝进度3%，影帝进度9%，娱乐天王进度2%。事实上，系统不单单是演戏，还有其他方面，只是尚未开启罢了。不过林峰也不管那么多了，一口吃不成胖子，他更关心的是他能够拿到50万的片酬了。因为这50万片酬，林峰已经答应过胖子是准备给他小妹治病的。而出品方这边似乎也是知道林峰的资金紧张，在杀青晚宴过后的第2天，就将片酬打到了林峰的账户上。拿到片酬的林峰自然是第一时间就把胖子叫了过来。胖子看着林峰，泪水忍不住一下子就流了下来，猛然落泪。不过林峰也很是能够理解，所谓横店20万，全是血与汗，这可不是调侃，这是横店群演的真实写照。横店就聚集着大量被幸存者偏差迷惑的人，这些人只看到了某个草根的爆火，然后就天真的认为自己也可以。胖子接过林峰递过来的纸巾，擦了擦眼睛，道：林峰，你这钱我不能要。林峰拍了拍胖子的肩膀，你呀就安安心心的拿钱回去，把你小妹的病治好，其他的别问。胖子还想说什么，但是林峰却挥手打断，一句话，你信不信我？信。胖子重重点头。送走胖子以后，脑海中系统的声音适时响起：叮，恭喜宿主完成一次慈善之举，获得一次普通抽奖机会。鉴于系统很欣赏宿主的情谊，特多赠一次特殊抽奖的机会，是否抽取？林峰嘴角微微抽了抽，心中却是暗道：抽取普通抽奖。叮，恭喜宿主获得颜值+5。林峰无语，他感觉自己已经够帅了。林峰心中有些失望，不过还是自我安慰，只能把期待放到特殊抽奖上面来。抽取。叮，恭喜宿主开启音乐领域，
获得音乐基础知识大全一，是否融合音乐领域？融合。林峰没有丝毫的犹豫，在心中下了指令。下一瞬间，海量的知识涌入自己脑海，片刻之后，林峰缓缓睁开了眼睛。此刻的他只感觉自己对于音符更加的敏感。前世许多经典的歌曲在脑海中都化成了音符，虽然还不具备独立创作的能力，唱功也没有提高，但他拥有基础音乐知识，抄前世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什么的应该没什么问题，至少也算出窥门径了。你绝对是史上最抠门的千亿币，吃面只是最便宜的素面，出行全靠共享单车，就连住宿也是最便宜的出租，全身衣服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而这一切只因你觉醒了影帝培养系统，但狗系统却要求你必须将所有演戏所获得的收入全部做慈善，每个月只给你留下5000块当花销。偌大的会议厅内，制片人黄月还有导演5万等人都是小心翼翼、难掩紧张的神色，因为今天上面的领导要来看扫黑的样片。会议厅的屏幕上正播放着剪辑好的扫黑电视剧中精彩的一些片段，领导饶有兴致地看着，不时点点头，看样子还算是比较满意的。这个时候，投影屏幕上出现了林峰的身影，一开场就是虐待徐英子的那一幕，这让领导原本的微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眉头紧锁。制片人和5万看在眼里，都是心中暗叫不好，是不是林峰演得太逼真、太写实了，不宜播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果然，领导看向制片人黄月，演孙兴的这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啊？好像以前没怎么在电视上见过啊。黄月神色恭敬地回道：“他叫林峰，也不算新人了，之前演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安家和。”领导露出惊讶的神色，是他演的安家和。显然领导也是看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部电视剧的，毕竟这部电视剧在中老年人当中很火。不过他并没有认出林峰来，千真万确就是他演的。黄月回道：“他倒是能够理解，因为林峰的演技太好了，妥妥的巨抛脸。两部戏虽然都是恶人，但是呈现出的状态、气质完全不一样。”领导摸着下巴道：“这个林峰还真是适合演坏人啊，太像了，演得太像了。你们说他以前不会是什么坏人吧？不然怎么会演得这么像呢？就跟真的一样。”黄月和5万一脸无语，领导都这么说，难怪路人会带入角色去骂林峰了。领导继续津津有味地看着，一边看一边道：“你们这个剧拍得挺好，特别是这个孙兴拍得太真实了，倒是我们的公安干警拍得略显浮夸，不过大体而言瑕不掩瑜。”黄月试探性地问道：“韩听，这孙兴的戏不需要再剪了吧？”“不需要。”另外一边，这段时间都在休息的林峰却是接到了慈善机构的电话：“林峰先生吗？您捐赠的希望小学已经建成了，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过来参加学校挂牌仪式呢？”林峰一下子为难了，他倒不是不想去，如今接近月末，确实是囊中羞涩。说句难听的，他连机票都买不起，去了也回不来。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就不过去了吧。可是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带着当地口音的女声：“是林峰先生吗？我是枫林希望小学的校长张海梅。我知道林先生是大忙人，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林先生能够百忙之中抽一点时间过来一趟，因为孩子们真的很想见一见那个给他们明亮教室的人。我本人也想让林先生见一见孩子们，给孩子们讲讲课，讲讲外面的世界，鼓励一下孩子们。”电话那头的女校长话语真挚诚恳，林峰忍不住心中一软：好，我去。说实话，他为建设希望小学投了上百万的真金白银，就是砸进水里都是不小的小钱，所以他当然也想要去看一看这些钱究竟有没有花到实处去。挂了电话以后，林峰却是皱起了眉头，然后点开自己的余额，一看之下，林峰忍不住捂住了眼睛：358.23，刺眼的数字，连一张机票都买不起了。很多时候，一分钱真的会难倒英雄汉。如今胖子回老家给他小妹治病去了，也不好找胖子帮忙，而林峰这2年一直努力拍戏，也没有几个真正交心的朋友。不过说到演戏，林峰倒是想到了一个人，江疏影。江疏影知道自己经济很紧张，让他帮忙买一张机票应该没问题吧？想到这里，林峰也没有犹豫，拨通了江疏影的电话。林峰对面传来一个惊喜的声音：“疏影，最近忙吗？还好吧？一直在家里闲着。”江疏影问道：“打电话找我不会只是关心我忙不忙吧？”林峰不好意思道：“我确实有件事想要找你帮一下忙。”说江疏影回答的干脆，林峰也不墨迹道：“明天我想去一下贵川，你能帮我订一下去贵川往返的机票吗？回头我再把钱给你。”好，江疏影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多问什么，便答应了下来。谢谢。林峰暗暗的松了一口气。电视剧《扫黑》已经定档，预告片也在网上放了出来，这部剧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消息一经出来，便登上了热搜。剧组那边要求所有剧组主演都转发官博放出的预告片，张小新的微博第一时间就转发了《扫黑》定档预告，硬核出击，张小新、孙红磊联手扫黑除恶。下面是粉丝们的一片狂欢，足足有100万加的评论，也不知道有多少是粉丝，有多少是水军。期待小新哥哥的小林警官，搬好小板凳等着看小林警官了，太幸福了，终于等到小新哥哥的新剧了。张小新出演0号，更是和扫黑定档的消息一起登上了热搜。相比之下，林峰的微博就冷清了许多了。不过让林峰意外的是，演技太好了，上一次安家和把我吓到了，希望这一次不要让我失望。又演坏人，不过好像演得蛮带感的，真的好帅，我觉得比男一男二帅多了，你们不觉得吗？这样的好演员不火，只能说娱乐圈真是畸形。林峰哥哥加油！看着这些评论，林峰会心一笑，网上还是有一些理智的粉丝的。第二天，林峰背上自己的双肩包，便挤地铁赶往机场。京都的地铁有多难坐，只有亲身体会才知道。如果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别说是座位了，就是找到个能舒服站着的地儿都算幸运的。
地铁上，林峰虽然穿着普通，但身材高挑，加上容貌俊朗，很容易就受到周围人的注意，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们。一路上，好些个女孩子都有意无意的盯着他看，且忍不住窃窃私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终于忍不住了，走上前去问道：“小哥哥，你是林峰吗？”林峰看了一眼女孩子，摇头道：“不是，你认错人了。不过好在机场很快就到了。”林峰赶紧嗖的一下从车厢里窜出去，眨眼间便消失在人群之中。不对，他就是林峰！天哪，他怎么会挤地铁？女孩子的惊呼声一下子就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进入机场，林峰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安检、取票都很顺利。林峰直接找到登机口，等待登机。林峰这一次学聪明了，直接鸭舌帽、口罩、墨镜一齐上阵，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才登上飞机。他可不想再发生类似地铁上的那幕。不过当他将行李放好，坐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却发现他旁边座位的女子跟他打扮的像是约好似的，都是鸭舌帽、口罩加墨镜，这也太巧了吧！林峰也没有想太多，就在自己座位上坐下，闭目养神，等待飞机起飞。但是林峰越坐越感觉不对劲，因为身旁这位女子身上传来的淡淡香水味，却是那么的熟悉，好像在哪里闻过一样。终于，林峰忍不住扭头打量起身边的女子来，只见那女子却是突然出声：“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吗？”林峰一愣，刚想要为自己盯着人家看的失礼行为致歉，却是突然反应了过来，惊讶道：“江疏影。”你绝对是史上最抠门的千亿影帝，吃面只是最便宜的素面，出行全靠共享单车，就连住处也是最便宜的出租，全身衣服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而这一切只因你觉醒了影帝培养系统，但狗系统却要求你必须将所有演戏所获得的收入全部做慈善，每个月只给你留下5000块当花销。江疏影缓缓摘下墨镜，美眸中闪过一抹得意，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怎么来了？江疏影俏皮一笑，故作惊讶道：“好巧啊，林峰，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你。”林峰无语，不过林峰倒也无所谓，一起去就一起去吧，做慈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相反，这是好事，只是林峰不想以慈善标榜自己罢了。如果慈善是为了名声或者其他什么的，那就不是慈善了。如今的好多明星，但凡捐点款，都要在网上大肆宣扬一番，然后粉丝们纷纷高潮，盛赞自己的爱豆有爱心。江疏影歪着脑袋看向林峰，说：“真的，林峰，我没告知你一声就跟过来，你不会生气吧？”“怎么会？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江疏影一起去，他就不用担心用钱方面的事情了。来之前他还担心自己到了那边的衣食住行呢，如今有江疏影这只肥羊薅，他当然高兴了。”听林峰这么一说，江疏影顿时眉开眼笑。“林峰，你去贵川那边究竟是干嘛？”江疏影一脸的好奇，这一次出演扫黑也有50万的片酬，怎么一转眼就连买机票的钱都没有了呢？这也太奇怪了。林峰就像是一个谜，一个让他想要一探究竟的谜。这时林峰却是一脸认真道：“到那就知道了。不过我提前跟你说一声，我要去的地方很偏僻，路上可能会很辛苦，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江疏影莞尔一笑：“有你在我不怕。”飞机很快便到了贵川市，不过他们的此次的目的地可不是这里。我们要去哪？江疏影问向林峰。仁贵县永安乡石头铺村。江疏影一脸疑惑地问道：“我们去那里做什么？去看看我捐赠的希望小学。”江疏影听罢俏脸一脸的懵逼。希望小学？你捐赠的？他对于捐赠倒是不陌生，因为娱乐圈的吸金能力有目共睹。这些所谓的慈善，十有八九是炒作。他们花了几十万做慈善，但是背地里花在炒作、宣传、摆热搜上的钱其实更多。况且慈善人设真的百试百灵，相当的吸粉，所以许多明星热衷于慈善就不难理解。不过江疏影理解不了的是，林峰明明那么穷，难道也要学娱乐圈慈善那一套？他刚想问什么，林峰已经叫来了一辆出租车，两人上了车，直奔仁贵县而去。出租车沿着国道在茫茫群山中穿行，路面状况很差，高低起伏，又有很多碎石和坑洼，一个急弯接着一个急弯。江疏影哪里坐过这样的车，晃得他一阵反胃，小嘴紧紧地抿着，最后干脆闭上了眼睛。终于，出租车在晃了2-3个小时以后，来到了仁贵县。江疏影迫不及待地下车，一阵干呕，目之所及竟是一些低矮老旧的楼房，有种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感觉。林峰心想，系统给予自己每个月5000块钱工资，如果在这里的话，应该生活的还不错吧。收回目光，林峰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片刻之后，一个穿着老旧中山装的中年人小跑着向林峰和江疏影跑了过来。“您就是林峰先生？”中年人打量了一眼林峰，咧嘴一笑：“您好，我是石头铺村的村委书记庞二贵。”“庞书记您好。”林峰微笑着伸出了手，庞书记将手在身上擦了擦，这才握住林峰的手。“您好，没想到您这么年轻，您好像是个明星吧？那个安家和是您演的吧？”林峰笑着点了点头：“我只是个演员而已。”当庞书记的目光落到江疏影身上时，江疏影嫣然一笑道：“庞书记您好。”庞书记震惊的好一会都说不出话来。对了，庞书记好像想到了什么，疑惑道：“你们就2个人来吗？”他以前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明星出行，都是前呼后拥，好几个助理保镖随行，而且还会有摄像机全程跟拍，来个采访什么的。怎么现在就2个人，而且行李都还是自己提着？林峰笑笑：“庞书记，我就是过来看看学校建的怎么样了，顺便再看看孩子们，不搞那些虚的东西。”说到学校，庞书记的眸子一下子就亮了起来。学校建好了，很漂亮，就等林峰老师来剪彩了。
那咱们抓紧时间出发吧。庞书记一怔，问道：“你们没有开车吗？”林峰笑道：“我们打车来的。”庞书记显得很震惊：“那你们就搭我车吧，车在那边。”两人跟着庞书记来到路边，那里停着一辆老旧的国产神车。庞书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们村委租的车，本来是想着用来带领你们车子的。没事，林老师、姜老师，那我们出发吧。路上可能有点颠，你们坐稳了。您给咱永安乡捐赠的2所希望小学啊，都建好了。现在下沙村那边的人也过来了，村里面杀了1头猪，大家都等着感谢您呢。”庞书记一边开车一边乐呵呵地说道：“2所。”江疏影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可思议的道：“林峰，你不会是把你的钱全捐了吧？所以你才会去做代驾的，对不对？”错不了，一定是这样的，否则凭林峰的收入，不可能需要去兼职代驾的。而且看林峰的穿着，还有用的手机，全都是便宜货，而且连来的机票都让自己帮买，一切似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原来他的钱全部都用来做慈善。天呐，林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江疏影心中巨震，脑子里有些空白。听了江疏影的话，庞书记也是猛地一震，不敢相信的道：“林峰老师，您把您的钱全捐给咱们建小学了？”林峰笑了笑，没有说话。其实已经相当于默认了，他倒是想留一点啊，奈何狗系统是那么的苛刻，在娱乐圈赚来的钱必须全部捐出去，每个月只给自己发5000块钱的工资。不过林峰对于慈善却没有任何的抵触，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林峰能重活一世，已经是非常感恩了。这个时候，庞书记带着歉意道：“林峰老师，真是对不起，我刚刚还以为2所小学对您而言只是9牛1毛，想着您是为了宣传才捐的钱，因为我看电视里面的明星都是那样的，没想到这2所小学竟是您全部的钱，真是对不起，是我以小人之心了。”林峰笑道：“没事，真正有心做慈善的人不会用慈善来标榜自己。”江疏影对林峰心中暗赞的同时，竟是感到一阵心酸。明明林峰那么好，网上的键盘侠们却是对他口诛笔伐，从饰演安家和被骂，还被路人打，再到和自己闹绯闻时被网友们无底线的嘲讽和贬低，而那些演技差、靠资本运作的小鲜肉，却疯狂的吸收流量，让无数的粉丝跪舔，大把大把的捞金。而辛辛苦苦演戏赚钱，又默默的全部用来建设希望小学的林峰，却被网上无脑谩骂，太不公平了。如果可以，他甚至愿意把自己的一部分钱分给林峰。想到这里，江疏影深深的看了林峰一眼：“怎么了？”林峰感受到江疏影的目光，江疏影展颜一笑，眨着眼睛道：“就是感觉你好像更帅了。”林峰无语，自己前不久加了5点颜值，确实是更帅了。这时，前面开车的庞书记咧嘴笑道：“林峰老师真是好福气，找了个这么漂亮又懂事的对象，真是郎才女貌啊。”闻言，江疏影俏脸不禁微微一红。林峰连忙解释道：“庞书记哦了一声，那真是可惜了。”终于在傍晚时分，他们来到了石头布村的村口。远远就能看见村口处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来了，伴随着喊声，一辆50红光缓缓驶了进来。车上的林峰透过车窗看着夹道相迎的村民们，还拉着一条横幅：“欢迎林峰老师莅临石头布村指导工作。”林峰看向庞书记：“庞书记，不用搞这么隆重的，我也不是什么老师，更不是指导工作的，我就来看看孩子们，还有学校建的怎么样了。”庞书记摆了摆手，笑道：“我读书不多，但也知道一句话，叫做达者为先，师者之意。你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你比我们强太多了，称一声老师不为过。”刚一下车，众村民就围了过来，里3层外3层，旁边的土坡上也都站满了人，可以说是围得水泄不通。之前庞书记已经打过电话回来，说捐赠希望小学的就是演电视里面安家和的明星，还带了明星江疏影一起来，这让大家伙更加感兴趣。以前他们除了在电视上，哪见过什么明星啊？这就是电视上演安家和的林峰老师，和电视上的好像不一样啊，长得比电视上俊多了。是啊，电视上的安家和吓死个人了，像是2个人，看不出来是林峰老师演的。这个女娃好漂亮，是林峰老师的对象吧？真是郎才女貌啊！围观的村民们议论纷纷，大都是老人和孩子们，剩下的就几乎是妇女、青壮年寥寥无几。见林峰没什么架子，其他人也都大胆的上前表示：“你也太有实力了吧，小林老师。”这个时候，人群中走出来一位中年妇女：“小林老师您好，我就是之前跟您通过电话的张海梅，您还记得吗？”“当然记得。”“您好，张校长。”林峰笑着伸出手握住了张海梅的手。“小林老师，非常感谢您捐赠的希望小学，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我们山区看一看，我太高兴了，我替孩子们谢谢您。”说着，张桂梅想要给林峰鞠一躬，林峰感觉一把扶住，诚恳的道：“张校长您辛苦了。”江疏影看着眼前的一幕，不知为何鼻子竟有些发酸。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孩却是咦了一声，对旁边的人道：“你们看，小林老师穿的衣服和我爸爸穿的衣服好像是一样的。”众人闻言，目光纷纷落到了林峰的身上，然后再落到小女孩身后的中年人身上。2人的衣服从款式再到颜色和图案，竟然几乎一样。中年男人老脸一红，尴尬的笑道：“我这衣服是在拼夕夕上买的，冒牌货，冒牌货，呵呵，你看它这个标志，叶子特别长，下面写的是拉美，呵呵。”众人闻言了然。不过当他们把目光再次放到林峰身上时，却全都傻眼了。怎么他说的和小林老师身上的一模一样？我的是假冒的，小林老师身上的那肯定是真的，我的也是在拼夕夕上买的。上一次拼夕夕搞活动，9块9包邮。林峰说道：“天哪，真不敢相信。不过这衣服穿在小林老师身上还真是好看，一点都看不出是9块9的样子。”众人惊讶过后议论纷纷。老人们也许没有听说过拼夕夕，但是9块9包邮他们还是听得懂的，而且年轻一些的基本都知道拼夕夕。可是一个捐了2所希望小学的明星，身上穿的衣服竟然是从拼夕夕淘来的9块9包邮的衣服。村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同时，又觉得原本高高在上的小林老师原来也和他们一样，不由得感觉亲近了许多。而庞书记的眼眶却是有些湿润，他知道林峰之所以会去拼夕夕淘
套衣服，是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他们。用手抹了抹眼角，庞书记摆了摆手，对村民们道：“好了好了，大家都不要围在这里了。小林老师和小江老师奔波了一天也够累的了，让他们去吃个饭，然后好好休息一下。”庞书记这么一说，村民们赶紧让出一条道来。小林老师、小江老师这边请。庞书记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然后带着林峰和江疏影往村里面的大院子走去。其他村民也都是纷纷跟上。村里杀了一头猪，宰了一些鸡鸭，大师傅还做了不少拿出手的菜。小林老师，您今晚可得好好喝点。庞书记一边走一边说道：“村里面一般都有会做菜的大师傅，一旦村子里有什么红白喜事或者大事，就由他们来掌厨。”林峰和江疏影还是第一次参加村里面的宴席，开席了。庞书记吼了一嗓子，孩子们顿时一阵欢呼，兴高采烈地找座位坐下。老人们也都是眉开眼笑。林峰看在眼里，鼻子不自觉地有些发酸。对于山里面这些孩子们能够吃上一顿好的，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情。小林老师，动筷子啊，都是些家常菜，您别介意啊。林峰笑道：“书记这是哪里话？这菜好香啊，这些都是纯天然的，城里面可吃不着哩。书影，你尝尝。”说着，林峰夹了一块猪肉放到了江疏影的碗里，江疏影夹起来放进嘴里，顿时露出享受的表情。好吃，真的好吃。众人纷纷向林峰敬酒，林峰也都没有拒绝。一番接触下来，林峰的平易近人也让众人没有了拘束。就是张校长也举杯站了起来：“小林老师，我敬您，感谢您为孩子们建了2所学校。”张校长客气了，和您比起来，我这真的算不得什么。林峰和张校长碰了一下，一饮而尽。张校长轻叹一口气道：“小林老师，实不相瞒，村里面孩子们读书的困难程度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你捐了2所希望小学，很重要，解决了孩子们读小学的问题。但是你也许不知道的是，好多孩子们读完小学、初中以后就没有书读了，特别是那些女孩子，她们读完义务教育以后，能够读高中的少之又少，更别提高等教育了。没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们一辈子都很难走出大山。”闻言，林峰点了点头，确实，在贫困山区，重男轻女的现象很严重，男孩子都不见得能够读书，更何况是那些女孩子们。张校长继续道：“我就在想，若是这些女孩子能够受到高等教育，她就能改变3代人的命运。所以前几年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想办一所专门招收贫困女生的免费女子高中，让孩子们能够继续上学，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张校长，庞书记却是突然打断张校长，不过林峰拦住了庞书记：“张校长，你继续说。”张校长点了点头，继续道：“这几年间，我四处奔走，筹集资金，拿着我的教师证，还有得的奖状、证书等，就找人说我想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帮忙吧，1块2块都可以。我努力了5年，却只筹集到了1万元，所以我想，小林老师，你能不能够帮忙，帮这些山区的女孩子们？”庞书记再次打断了张校长：“张校长，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张校长表现得很强硬，一脸坚毅的道：“我知道林峰捐了2所希望小学，已经非常难得，是我们的大恩人。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只要能够为孩子们争取一些什么，说我不要脸也好，说我吸血鬼也好，我都可以豁出去。你不知道。”庞书记气得直摇头：“你根本就不知道小林老师他。”庞书记，不要说了。林峰出声打断了庞书记，而后看向张校长道：“张校长，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需要多少钱？”张校长闻言，眼中闪过一抹光泽，道：“我之前算过一笔账，大概需要500万的样子。”你绝对是史上最抠门的千亿币，市面只是最便宜的素面，出行全靠共享单车，就连住宿也是最便宜的出租，全身衣服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而这一切只因你觉醒了影帝培养系统，但狗系统却要求你必须将所有演戏所获得的收入全部做慈善，每个月只给你留下5000块当花销。这500万我林峰捐了。张校长微张着嘴巴，不敢相信的道：“500万你全捐了？”林峰点头道：“不过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张校长震惊过后是一阵狂喜，他原本只是打算跟林峰说一说，看他能不能帮个几万块什么的，又或者他有什么渠道可以帮他宣传一下，让社会的那些爱心人士来帮他。万万没有想到，林峰竟然一口气就答应捐赠建校所需的500万，他多年来的理想竟然在这一瞬间，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实现了。嘴唇微微颤抖了几下，张校长终于还是没忍住，热泪盈眶。他站了起来，对着林峰想要深深的鞠一个躬，却被一双坚实而有力的手给抓住了。看着来到自己跟前的林峰，张校长不顾流下的眼泪，颤声道：“谢谢你，小林老师，我替山区的女孩子们谢谢你。”这一刻，林峰也是动容的。林峰看着张校长脸上那不合年纪的沧桑，诚恳道：“谢谢你，张校长，你才是我们的偶像。”在回村路上的时候，就听一起来的江疏影说，小林老师为了生活兼职去做代驾，而且刚刚在村口也看见了你穿的是从拼夕夕淘来的9块9包邮的衣服，这不仅仅是节俭，而是这2所希望小学已经是小林老师的全部积蓄，如今又要捐500万给张校长筹办免费的女子高中，本应动人的一幕，庞书记却是皱紧了眉头。晚饭过后，庞书记让人给林峰和江疏影各安排了一间房，房子虽然很简陋，但胜在干净，住着也不难受。夜晚的乡村显得格外的安静，摒弃了城市的喧嚣，加上一天的奔波，林峰和江疏影都睡得很香。第2天一早，2人起了一大早，学校就建在村子的边上，没走多久，一所新建的小学便出现在眼前。学校占地并不小，周围用围墙围着。学校内是5层的教学楼，崭新的墙壁，明亮的窗户，在朝阳下显得熠熠生辉。最醒目的要数楼顶的几个红色大字：枫林希望小学。江疏影笑着对身旁的林峰道：“林峰，枫林，不错的名字。”林峰笑着点了点头。这时，庞书记在一旁道：“小林老师，我跟你汇报一下建校资金的使用情况，一共是50万，其中30万是用于教学楼、教职工宿舍、校园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有教具、学习桌椅等教学物品购买，一共花了大概5万块钱，还剩下15万。我们计划是这样的，在学校开一个学生食堂，孩子们现在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家里大人又要干活，
他们经常是自己做饭吃，吃得很不好，营养跟不上，所以我们就想用这些钱来改善孩子们的伙食，也减轻他们家里的负担。这样安排可以吗？安排得非常好，庞书记费心了。三人一边说着话，一边走进校园。校园内映入眼帘的是挺立在宽敞操场前的国旗，接下来是操场两边新种下的树木，竟是一排排枫树。可以想象，等这些枫树长大以后，便会出现诗里面的美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2月花。而且这也正对应了枫林希望小学的名字，可以说布置得非常恰当。而这个时候，学校的孩子们已经整齐地排列在操场上。张校长今天穿着白色的衬衫，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容满面地朝林峰他们迎了过来。小林老师来了。林峰笑着，不好意思，让孩子们久等了。林峰跟着张校长来到了操场前方的高台上，面对着下面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同学们，张校长拿着个手持扬声器，高兴的道：“我身边的这位大哥哥，便是给咱们建学校的林峰哥哥。林峰哥哥很忙的，是我厚着脸皮一定要把他请来。我想让他见见同学们，也想同学们见见他。古人说知恩图报，我想让你们都记住帮助你们的林峰哥哥，以林峰哥哥为榜样，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好吗？”好，同学们再一次齐声大喊，朝气蓬勃。张校长道：“让我们一起来谢谢林峰哥哥，好不好？谢谢林峰哥哥。”同学们发自内心的高声呼喊。林峰点点头，不知为何眼眶有些湿润。这时，一个小女孩捧着一束花走上前来，敬了一个礼后，朗声道：“林峰哥哥，这是我们自己去摘的花，送给您。因为您，我们有了宽敞明亮的教室，也有了学习的动力。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小女孩有些紧张，但却一脸认真，看得出来她是学生代表，说的话也是提前准备好的。但是那真挚的感情骗不了人。谢谢。林峰郑重地接过那一束用野花精心做成的花束。一旁的张校长说道：“这孩子叫庞雅，学习成绩很好。不过在他5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因为意外去世了。他妈妈出外面打工，养着他们姐弟2人。他在家里要照顾弟弟，还要照顾卧病在床的奶奶，很辛苦。但是他学习并没有落下。”听了张校长的话，林峰想了想，蹲了下来，看着小女孩道：“庞雅同学，林峰哥哥这一次来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了，就送一首歌给你们吧，好吗？”而在一旁眼眶泛红的江疏影愣了一下，有些诧异，林峰还会唱歌。林峰站起身来，一手牵着小庞雅，一手拿着扬声器，在全场注视的目光下，缓缓开口唱道：“他下落不明的出发，在阳光灿烂的世界，四下也没有前对吗？可他却不知能去哪儿。他下落不明的出发，好像一场隐形的烟火，在风平浪静里坍塌。用一句一句算了吧。他下落不明的出发，那个站下错了他没懂，他回不去也走不动，他似乎的也爱不活啊！是每个人都这样吗？这高尚的命运啊，这高尚的命运啊！看我，看我。所有人都是静静的听着，置身其中，仿佛歌里面唱的就是自己。回去的那天，2个村子的人，还有所有的孩子们都来送行。庞书记安排人开着那辆50神车，送2人去县城搭车。望着越来越远的车影，庞书记转头看向身旁的张校长，徐徐开口道：“张校长，你知道吗？这2所希望小学是小林老师的全部积蓄了。我听小江老师说，他捐款之后，为了生活甚至兼职去做代驾。”轰！张校长的头顶仿佛炸了个响雷，让他像半截木头般愣愣地杵在那。他以为林峰作为一个明星，捐赠2所希望小学对他而言不过是9牛1毛，没想到林峰竟然一下子将500万建校资金都揽下来了。一瞬间，张校长泪崩了，泪水扑簌簌地流下，朝着那已经快要看不见的车影深深鞠了一个躬。
你绝对是史上最抠门的千亿币，吃面只是最便宜的素面，出行全靠共享单车，就连住处也是最便宜的出租，全身衣服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而这一切只因你觉醒了影帝培养系统，但狗系统却要求你必须将所有演戏所获得的收入全部做慈善，每个月只给你留下5000块当花销。扫黑开播了，上线6小时，播放量直接破亿。开播第3天，孙兴这个名字便登上了热搜。企鹅影视总部，扫黑剧组的投资方以及制作方齐聚会议室，豆瓣开分8.0，超过5万人评分，稳了。一个个消息都很令在场的人振奋。这时，一个很胖却浓妆艳抹的女人说道：“这一次多亏请了小新，才吸引了那么多的年轻观众。”说话的正是杨舔真。不，你错了。黄月微微一笑，这一次是大家的功劳。杨舔真暗自生闷气，却是一脸的不服。黄月却是笑道：“不服的话，看看热搜就知道了。”江疏影的个人工作室来到办公室以后，江疏影处理了一些手头的活后，便把助理叫了过来：“小雅，帮我联系一下慈善机构那边，我要捐赠一所希望小学。”好的，助理点头。对了，这次捐赠让那边不用公布出去。助理愣住了，有什么问题吗？真的不需要公布出去吗？不需要。好的，我知道了。江疏影不由得想起了和林峰的贵川之旅，嘴角微微勾起。当时在飞机上，他曾问林峰为什么要把所有片酬都捐出去，不给自己留点。林峰回答道：“以后我还会赚很多钱，但是孩子们的童年却只有一个，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江疏影脑海中不自觉地想起了林峰。江疏影打开了手机，扫黑这段时间爆火的消息，他当然是知道的，因为他自己也在追。今天播出的正是孙兴虐待徐英子的那场戏。这段戏，林峰将孙兴的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恶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知道网上会是什么反应呢？带着好奇，江疏影点开了微博。景浩被孙兴气死的一天，景浩心疼徐英子，景浩在现实中遇到孙兴怎么办？景浩孙兴到底有多招人恨？景浩被孙兴吓尿了。点开热搜一看，便能看见网友们发的评论。江疏影竟然忍不住乐得笑出了声，只能说林峰的演技太强了，让人感觉他真的就是那个无恶不作的孙兴。不过这个时候正在刷着评论的他，很快就发现有不好的节奏，而且还有不少人在无脑跟风。不得不说，导演还是很会找演员的。这个林峰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天呐，我才发现这个林峰就是演安家和的那个，连续演2个恶魔，他是恶魔专业户吗？这个叫林峰的演员，恶心人有一手的。看着这些上升到人身攻击的言论，江疏影气得俏脸微红，银牙紧咬，忍不住亲自下场跟这些喷子对线了。而且让江疏影更气的是，竟然还有流量号唯恐天下不乱，陪骂林峰有偿服务，10块钱1个小时，没骂爽不要钱。看着这些评论，江疏影一口怒气填满胸口。另外一边，一处私人会所内，杨天真和张小新正在喝下午茶，哈哈，解气。杨天真笑得身上的肥肉乱颤，张小新笑道：“当时有多气，现在解气的时候就有多爽，不会炒作就得死。林峰只不过是他的垫脚石而已，又何必跟他置气呢？”老旧的居民小区旁，一辆豪车停着，吸引了来往路人的诸多目光。这里住着的大都是底层的打工人，有钱人根本就不会往这种地方跑，所以不少的居民纷纷驻足围观。车内的江疏影隔着车窗看着外面的一切，不由得有些唏嘘。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真的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竟然真的有人会倾尽家财去做慈善，而且不图任何的回报。喂，林峰吗？我到了。林峰出来了，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在围观众人惊讶的目光下，上了江疏影的车，才把自己的帽子和墨镜摘下来。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有一点不好，就是走到哪里一旦暴露身份，就会引起围观。在这个信息极度发达的年代，实在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去哪？林峰问向江疏影。有人想要找你演戏，听说有戏演。林峰当然是不会拒绝，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戏痴，加上去了一趟贵川，答应了张校长要为他筹集免费女子高中的费用，所以林峰并不想歇着，带你去见一个美女，一会到了你就知道了。江疏影展颜一笑，故作神秘，然后扭头看向林峰。对了，看了这2天网上对你的评论了吗？看了。林峰淡淡的回道。江疏影收起笑容，皱眉道：“你不生气吗？有什么好生气的？明明你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要给他们这样骂？”看着为自己义愤填膺的江疏影，林峰笑道：“那有什么办法？谁让我演技这么好呢？”江疏影一脸的不解，做慈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且你付出了那么多，让人们看到，那不是应该的吗？林峰认真的道：“我觉得演员就应该用作品说话。”江疏影突然一笑：“林峰老师，小江同学受教了。”车子来到一处高档的会所，露天停车场内豪车云集，奔驰宝马在这里都显得有些寒酸了。林峰心想，自己如果骑共享单车来，恐怕都进不了这里吧，毕竟前世的那些网络小说中，这种高档会所一般都会有一个鼻孔朝天的保安。包间里，一位身材高挑、肌肤银白的女子已经在里面等着了。江疏影没有骗他，果然是一位顶级美女，而且还是一个经常在电视和网络上见到的美女明星杨大蜜。杨大蜜笑着迎了上来，显然她和江疏影是老熟人，这位便是林峰老师吧？杨大蜜一双美眸在林峰的身上稍稍打量了一下。娱乐圈的人都喜欢以老师相称，像什么何老师啊、黄老师啊，放在古代其实就是个戏子，不过年代变了，戏子变老师了。不过林峰却不喜欢这样的称谓，演员就是演员，叫什么老师啊？江疏影笑着对杨大蜜点了点头。林峰老师你好。杨大蜜大大方方地伸出了白嫩的小手。杨老板你好。林峰笑着握住了小手。之所以叫杨大蜜杨老板，因为和前世所在的蓝星一样，杨大蜜不仅是一个明星，还一手创建了嘉行传媒，是圈子里相当有名气的女性资本大佬。3人坐下。林峰老师，你演的2部戏我都看了，演得真好，你本人也比电视剧里面帅多了，所以我刚刚都没敢认。林峰笑道。杨老板也比电视上看到的漂亮多了。和江疏影的知性气质不同，杨大蜜身上带着的是一丝浑然天成的魅力，人间尤物，而且是真的很大，放在古代可以说是红颜祸水了。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现在在拍一部电影，可是电影里面有个角色始终找不到让他满意的人选，后来他看了现在热播的扫黑，突然就觉得也许你可以演那个角色，所以他就想找你，但是你一没公司，二没经纪人，不好找，他就找到我，让我帮忙看能不能
能联系上你。没想到这么快，疏影就把你带过来了。杨大密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跟林峰说清楚。林峰露出了然的神色，是什么电影呢？林峰问向若有所思的杨大密。杨大密笑道，是一部叫做《烈日灼心》电影。你绝对是史上最抠门的千亿影帝，吃面只是最便宜的素面，出行全靠共享单车，就连住宿也是最便宜的出租，全身衣服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而这一切只因你觉醒了影帝培养系统，但狗系统却要求你必须将所有演戏所获得的收入全部做慈善，每个月只给你留下5000块当花销。烈日灼心是一部讲述了3个身份各异的结拜兄弟共同抚养一个孤女，在巧合之下牵扯出一桩陈年大案的故事。杨大密说的这个客串的角色，应该就是片中制造这桩陈年大案的凶手。这个角色一是不好演，二是估计不少演员也不愿演，所以导演找到林峰也是情有可原。演林峰没有犹豫，便应承了下来。几分钟的客串戏对他而言易如反掌，这样的钱不赚白不赚。演出费多少？林峰看向杨大密，杨大密微微愣了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客串演出或者是友情演出，几乎没有人会问演出费用的。不过林峰既然问了，杨大密也不好不答。杨大密想了想，回道：一般情况下大概2、3万吧。找人来客串，剧组这边当然会象征性的给个几万块钱，但是很多名气大的演员不要这个费用，毕竟这点演出费用对他们而言不过是9牛1毛罢了，拿了反而觉得不好意思。好，林峰满意的点头，演几分钟的戏就能拿2、3万，换算成时薪，那可不得了。况且他对凶手这个角色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杨大密倒是挺意外的，像林峰这样已经做主演的演员，竟然还会这般在意这几万块钱，看来这个林峰很是看重金钱啊。不过一旁的江疏影却是知道林峰可不是为了自己，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林峰接过名片，谢谢杨老板，如果没有其他什么事，那我就先走了。等等，林峰老师。杨大密出声叫住了准备起身的林峰。杨老板还有什么事吗？杨大密脸上依旧保持着笑容。林峰老师，你还没有签约经纪公司吧？林峰点头。杨大密继续道，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和扫黑我都看了，你演的真好，但是网上对你的评价似乎并不太友好。其实不瞒你说，应该是有人故意带节奏，针对你。我知道，林峰又何尝不知道，只是他并不在意这些而已。如果你有经纪公司，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经纪公司可以帮你公关，像你这种有实力的演员，想要扭转口碑，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看人很准，林峰距离大火其实就差一个好的资源，只要资源到位，林峰一定会一飞冲天，成为顶流的。我也不兜圈子了，说实话，我很看好你，所以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嘉行传媒。杨大密开门见山，这才是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一旁的江疏影愣住了，他显然没想到杨大密不是帮林峰引荐这个客串角色那么简单，而是馋林峰这个人。难怪他一定坚持要见一见林峰呢。原来是这样，不知为何，江疏影心中有点不是滋味。不好意思，杨老板，我还没有签约经纪公司的打算。林峰的话音落下，两个女人都是瞪大了眼珠子，这都不签。要知道杨大密的公司实力并不弱，如今也正处于上升的阶段，资源非常的不错，还有过捧出热巴这样一流明星的经验。林峰老师，是你已经有了心仪的经纪公司，还是觉得我们公司给的条件不够？林峰微微摇头道，谢谢杨老板的抬爱了，我就只是单纯的暂时不想签约经纪公司而已。杨大密的手机响了，不一会杨大密就接完电话回来了，脸上残留着些许不高兴的神色。秘密怎么了？江疏影忍不住出声问道。作为闺蜜，她也知道杨大密作为老板有许多事情需要操心，这也是她不想自己做老板的原因。就是我有一部新戏就要上了，但是主题曲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今天又试了几首，还是不合适。说着，杨大密看向林峰，林峰老师考虑的怎么样了？林峰直截了当的回道，条件都很好，但是我还是不能签，希望杨老板能够谅解。好，我知道了。看着一脸落寞的杨大密，林峰心中轻叹了一口气。杨大密今天给他带来了一个角色，而自己却3番5次的拒绝他。对了，杨老板，你那部新上的戏是什么戏啊？是一部穿越古代宫廷的爱情剧。林峰点了点头，然后道，也许主题曲的事我能帮一下忙，你还会写歌？一旁的江疏影笑道，何止会写歌，还写得非常好呢。他至今都忘不了林峰在枫林希望小学时送给孩子们的那首《孤勇者》，那旋律不时还在脑海中盘旋。杨大密有些将信将疑，林峰点了点头，道，我可以试一下，就当是我谢谢你今天的帮忙，不过我也不能保证合不合你的心。杨大密展颜一笑，道，好，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嘴上虽然这么说，杨大密心中却没有太当一回事。他感觉林峰只是因为连番拒绝自己而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才提出要给自己写歌，也算是给彼此一个台阶下。至于江疏影说林峰歌写得很好，不过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罢了。扫黑播出热度越来越高，孙兴名字频频上热搜，网上讨伐不断。不过林峰却懒得去管那么多了，他现在正窝在自己的出租屋内，安心的给杨大密写歌。想到爱的供养应该很适合他的声线，他唱功一般，这首歌不算优秀，但适合他。林峰将这首歌送给杨大密，一来是表示感谢，二来也算是教好杨大密。毕竟在娱乐圈，就算你再有才华，单打独斗也是行不通的。当杨大密接到林峰的电话时，不由得惊呼，这么快？你看我怎么拿给你？要不你加我微信吧，微信传给我就行。林峰挂了电话，便加了杨大密的微信，然后把词曲拍了张照片给杨大密发了过去。之后不久，林峰便接到了《烈日灼心》剧组那边的电话，我现在就过去。答应下来后，林峰便出门，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往《烈日灼心》剧组那边而去。摄影棚内，曹宝正在和邓超、段奕宏等几位主演讨论剧情。曹导，林峰老师到了，你就是林峰啊，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轻的多啊。曹导，你好。曹宝笑道，那我们就不耽搁时间了，去给林峰老师一份剧本，我们半个小时后开拍，怎么样？没问题。林峰点头，他要客串的果然是凶手
这个角色。凶手的剧情很短，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就只是他落网后交代犯案的过程，大概只有3分钟上下，但却是整部电影的画龙点睛之笔，让辛晓峰他们的死来的那么震撼人心，发人深省。林峰看了一遍台词，便缓缓闭上眼睛。片刻之后，当林峰重新睁开眼睛时，眼神变得冷漠淡定中又带着一丝凶意，整个人的气质陡然一变。导演，可以了。曹宝看了眼林峰，露出惊讶的神色，他没想到林峰这么快就入戏了。你绝对是史上最抠门的轻隐蔽，吃面只吃最便宜的素面，出行全靠共享单车，就连住宿也是最便宜的出租，全身衣服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而这一切只因你觉醒了影帝培养系统，但狗系统却要求你必须将所有演戏所获得的收入全部做慈善，每个月只给你留下5000块当花销。各就各位！曹宝大喊一声，邓超、段奕宏等几位主演也都纷纷过来围观。凶手这个角色至关重要，曹宝试了几个演员都不是很满意，最终才找到了林峰。Action！ 随着曹宝打板，这一幕戏正式开拍。一间审讯室内，镜头对准了一个咔嚓咔嚓的转着的老旧风扇。这时，一个絮絮叨叨的声音响起，赔钱那边就找到我，就说如果我把钱要回来，给我2成。镜头一转，便看见一个身着橘红色廉价 T 恤的男子，双手戴着镣铐，坐在审讯椅上，面色平静地述说着：“我就答应了，然后呢，我就到了宿安，我就给阿道打电话说我在这边。那个阿道听到以后就过来找我，没想到还带了这个辛晓峰和陈比爵，他们2个也是过来找我玩的。后来我们就到了别墅，我就顺着房子找嘛，找了好长时间没找着，刚上楼就看见一个光溜溜的女人躺在地上。辛晓峰把这个女孩给搞死掉了，真是给搞死掉了。男子就像是在聊家常一样平淡，没有一点杀人犯的狰狞，所有人都是看愣了，原来杀人犯还能这样演。好些人印象中的杀人犯都是面目狰狞，凶相毕露，然而林峰演的杀人犯却是风轻云淡，丝毫没有表演的痕迹。特别是在说辛晓峰把女孩搞死的时候，就像是在讲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一样。邓超看着瞳孔忍不住扩大，林峰就仿佛真的是有几条命案在手的杀人犯。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静静地看着林峰的表演。这个老头老娘就乱喊乱叫，没办法，就把他们整死了。述说杀人的时候，林峰一如既往的冷静，无论是肢体语言还是嗓音，都仿佛在说一件稀疏平常的事情一样。也正是因为冷静漠然，让人生出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谁弄的？审讯人员的声音。之后呢，我们还是想走，走不掉。正好看那个墙上有那种木方方，我就用那个干了吗？都谁动的手？也是我。林峰说着，微垂下脑袋，语气中有几分不屑。其实他们都不行，他们都不敢下手。后来我们到了那个水库边，我就说，我现在不管谁帮了谁这个东西，但是以后你们必须要听我的，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必须干什么，要不然我这个忙白帮了。要不听话嘛，就不要怨我手狠啊。就当时被吓成那炮损样了嘛，对我下手，我觉得狗日的这个手一点都不软啊。他们肯定觉得老子被他整死掉了。林峰的语速很慢，那种蔑视生命的冷漠，在他神色、嗓音以及肢体动作之间体现的淋漓尽致，让围观的人头皮发麻。后来你没找他们，审讯人员的声音。林峰突然咧嘴一笑，神情中有不屑，还带有点小得意。这一笑让所有人呼吸的微微的滞了一下，虽然是看似极其普通的一笑，没有任何演绎的痕迹，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但却让人心中发毛。不找。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你说不是吗？杀了人一大家子的人，是吧？肯定是个大事。说着，林峰挪了挪身体，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死了好，这个死了，如果这个事情发了，肯定没有找我，你说是不是啊？林峰低垂着眼眸看向镜头，那一股子对生命的漠视，还有一丝小小的得意，仿佛透过镜头扑面而来。剧情结束，导演曹宝依旧还在微张嘴巴愣着，似乎忘记了喊停。真实，太真实了。林峰刚刚的这段表演实在是太真实了，他甚至有种错觉，刚刚的并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真实的杀人犯审讯现场。曹宝回过神来，猛地一打板，激动地喊了一声 cut， 林峰这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却在这时，啪啪啪，围观的剧组工作人员不知道是谁带的头，纷纷鼓起掌来。一场没有任何表演痕迹，宛若真实的表演，让在场所有人看向林峰的目光都变了。导演曹宝看着林峰，目光就像看着一块美玉一般火热。林峰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下走了过来，曹导，可以吗？可以，太可以了。曹宝一拍大腿，笑呵呵地看着林峰，一条过。剧组众人一阵欢呼。邓超走过来，对林峰竖起了一个大拇指，笑道：可以啊，兄弟，很强。林峰谦虚地笑了笑，道：高高。邓超看着林峰，有几分感慨道：说实话，看了你的戏，我都想尝试一下反派角色，以后会有机会的。林峰笑道。林峰并没有逗留太久，便骑着共享单车告辞了。从他来到片场，再到演完戏，不过半个钟时间，还能吃个午饭。外一边，嘉行传媒总部的录音室内，几个音乐制作人正在激烈地讨论着什么，每一个人都是一脸愁容。新戏就要上档了，可是主题曲依旧没有定下来。这个时候，录音室的门被推开了，杨大蜜招了招手：我这里有一首歌，你们看一下怎么样？一个音乐制作人摸着下巴，感觉还不错，我也觉得可以试一下。说完，他看向了杨大蜜，不过感觉这首歌还蛮有特点的，找谁来唱合适呢？杨大蜜清了一下嗓子，正色道：我来唱。几个音乐制作人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珠子，仿佛见了鬼一般。众所周知，杨大蜜是一个五音不全的老板，怎么不行？杨大蜜脸色微微一僵，露出了不高兴的神色。林峰在将歌曲发给他的时候，强烈推荐由他本人来亲自演唱。行，我们现在就去准备。几个音乐制作人连忙拿着曲子去做准备，一切都准备妥当。杨大蜜也是戴上了耳机，来到了麦克风前，悠扬的前奏缓缓响起。
你绝对是史上最抠门的千亿币，市面只是最便宜的素面，出行全靠共享单车，就连住处也是最便宜的出租，全身衣服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而这一切只因你觉醒了影帝培养系统，但狗系统却要求你必须将所有演戏所获得的收入全部做慈善，每个月只给你留下5000块当花销。音乐声渐渐停下来，杨大蜜的俏脸上依旧残留着意犹未尽的神色。录音室里安静一片，几双目光全都落到了杨大蜜的身上。杨大蜜缓缓睁开眼睛，看向那几双有些呆滞的眼睛，一脸期待地问道：“怎么样？首歌太适合了，适合杨老板，也适合这部剧。杨老板，你的嗓音把歌曲的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我敢说这首歌再配上剧情，一定会大火的。”几个音乐制作人不吝溢美之词。杨大蜜闻言不由得嫣然一笑，笑容中带着一丝的小得意。京郊老旧的居民区，一辆低调的黑色奔驰 S 级停在门口，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这是短短几天时间里，接连2辆豪车出现在小区里了，不由得让小区里的居民们议论纷纷。车内的杨大蜜看着眼前老旧的居民区，一脸的错愕。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林峰竟然住在这种地方，难怪林峰会问他客串演出费用的事情了。原来林峰这么穷的吗？可是他明明已经演了2部戏了，怎么还住在这种地方？心里想着，杨大蜜拨通了林峰的手机。喂，是我，秘密啊，我到你家楼下了。杨老板，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你写给我的那首歌，我今天唱了，效果非常好，我就想过来当面跟你道个谢啊。不用客气，还有什么事吗？林峰对此似乎并不意外，可是那平静如水的语气却让杨大蜜有点受到刺激了。他一向都是众星捧月，几乎没有男人会拒绝他的热情，唯独林峰不一样，自己已经明确跟他说了想要当面道个谢，这家伙却丝毫没有要下来的意思。嗨嗨，杨大蜜清了一下有些沙哑的嗓子，道：“是这样的，我想把你这首歌的版权买下来，所以想找你聊一聊，毕竟我也不能白拿你的歌不是。”好，你等等，我马上就下去。杨大蜜一脸无语，果然还是提前好使。林峰换好衣服，戴上口罩便下楼，出了小区便看见了杨大蜜的车，毕竟这辆黑色的大奔停在这里，好扎眼。倒是小区的保安目光一直追随着林峰，他记得前2天来了一辆豪车，找的好像也是这个小伙子，现在又换了一辆豪车来找，这小伙子到底什么人啊？恐怕是个傍上富婆的幸运。保安叹气摇头，我也很精壮啊，怎么就没有富婆看上我呢？事实上，林峰一向深居简出，车上的杨大蜜看见林峰过来，也是戴上口罩下车。他下身穿着短裙，上身穿着一件带帽的卫衣，将帽子一盖，在外人看来就是一个身材高挑、曲线曼妙的美女。小区保安远远地看着身材极好的杨大蜜，口水哇哇的流。这里，林峰，这里。杨大蜜对着林峰招手，没有再叫什么老师，而是直接喊他的名字。林峰快走2步，来到杨大蜜的跟前。杨老板，怎么说？杨大蜜笑道：“你看也到晚饭的时间了，我肚子也饿了，你还没吃饭吧？要不我请你吃饭，咱们边吃边聊。”林峰点了点头，他确实也饿了，还是我请你吧，这一代你也不熟。其实之前那首《爱的供养》，林峰并没有打算跟杨大蜜要钱，但既然杨大蜜提出来，他肯定不会拒绝，因为张校长那边还等着钱筹建女子免费高中呢。何况杨大蜜之前还给自己牵线了烈日灼心的客串角色，所以林峰决定请杨大蜜吃一顿饭。听到林峰要请自己吃饭，杨大蜜露出了惊喜的神色，点头道：“那好吧，听你的。”林峰说着便在前面带路，杨大蜜连忙跟上，两人并肩走着。来来往往的行人虽然认不出他们2人，但一看就知道是俊男美女，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在他们的身后，杨老板的座驾也是缓缓地跟着，司机越开越猛逼。杨老板这是要和那个林峰去干嘛？怎么越走越偏了？不过他也不敢多问，默默地跟着。终于，前面的2人在一条小巷子里的一间门店前停了下来，店面很小也很破，旁边摆着一个红色彩纱布做成的很有年代感的招牌“林嫂麻辣烫”，上面还写着一行小一些的字：6块钱1碗。司机一头的问号，这个林峰竟然带他们杨老板来吃街边的6块钱1碗的麻辣烫，这家麻辣烫味道不错，不介意吧？杨大蜜微笑的摇了摇头，跟着林峰来到店里面角落里的一个位置坐下。2人都比较小心，怕被人认出来了，毕竟2个明星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吃麻辣烫，一旦暴露，绝对会引起周围路人的骚动，到最后恐怕要将这条原本就不宽的巷子围得水泄不通。林峰点了2份麻辣烫，不一会，老板便端上了2份麻辣烫。端上来的时候，忍不住多看了杨大蜜几眼，眼中有震惊的神色闪过。不过很快，老板就微微的摇了摇头，怎么可能会有大明星到他店里吃麻辣烫？老板走后，杨大蜜这才摘下口罩，小心翼翼的用竹签扎起一块麻辣烫，往小嘴里面送去。好吃。杨老板，那首歌你唱的？林峰看杨大蜜一直光顾着吃，丝毫没有讨论正事的意思，不免有些着急问道。杨大蜜脸上有一丝小得意，是我唱的，感觉挺好，就是不知道出来的效果怎么样，所以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把这首歌的版权买下来，作为我那部宫廷剧的主题曲，可以吗？林峰也不急着答应，而是问道多少钱？杨大蜜歪着小脑袋想了想，道100万，怎么样？事实上，现在市面上一般有点名气的音乐人也就卖到10万，质量特别好的，也许能卖到几十万。好，成交。林峰激动的点点头，他对这个价格还算比较满意。那好，你回头把账号发给我，等我回公司第一时间就安排财务给你打款。杨大蜜也是很痛快，眼睛都不眨一下。林峰付完钱以后，看着3位数的余额，无奈的苦笑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去哪？出了门店，杨大蜜下意识的问道。话一出口，杨大蜜在心里面就后悔了，毕竟这话听着像是2人约会的意思。杨大蜜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料林峰却是风轻云淡的道：“能去哪？当然是个回的家了，难不成你还想跟我回家啊？”杨大蜜一脸的无语，不过说实话，她还真想去林峰家看一看。
你绝对是史上最抠门的千亿币，吃面只是最便宜的素面，出行全靠共享单车，就连住宿也是最便宜的出租，全身衣服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而这一切只因你觉醒了影帝培养系统，但狗系统却要求你必须将所有演戏所获得的收入全部做慈善，每个月只给你留下5000块当花销。那再见。杨大蜜挥了挥小手，想要上车的时候，忽然回头对林峰道：“麻辣烫很好吃。”说罢，杨大蜜便钻进了自己的座驾。回到出租屋，林峰并没有等太久，便收到了杨大蜜汇过来的100万款项。让他意外的是，还有另外一笔款是烈日灼心剧组那边打过来的款，竟然是10万。原本杨大蜜跟他说的，一般情况下是2、3万，没想到对方竟一下子给了10万，看来是导演曹宝给他申请的钱。事实上，在曹宝的眼里，林峰的那一场戏是无价的。眼看着账户余额一下子从3位数飙到了7位数，林峰拨通了张海梅的电话：“张校长吗？我林峰，是小林老师啊，有什么事吗？”张校长，你上次不是说想要筹办一所女子免费高中需要500万的资金吗？不过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现在差的还有点多，一时半会恐怕实现不了。是这样的，张校长，我这边现在有100万的资金，我给你把钱转过去，你看能不能把一些基础的东西先建起来，后续的资金我再想办法。100万。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震惊的声音：100万对于许多娱乐圈的明星而言，也许只算是小钱而已，他们一辆车、一块表可能都不止这个钱了。但是对于张海梅而言，这可是一笔天大的巨款了。要知道，她之前拿着自己的教师资格证还有荣誉证书，挨个的去找人捐款，最终几年下来只筹集了5万多块钱。现在林峰却一下子捐了100万。小林老师，容我冒昧的问一句，你是不是又把你所有的钱都捐了？林峰沉默了片刻，回道：“是的，这没什么好欺骗张校长的，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事情。”然而简单的一个回答，却让电话另外一头的张海梅泪水像是决了堤一样，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好一会，擦干眼泪的张海梅才道：“小林老师，你怎么不给自己留一点啊？”林峰却是反问道：“那张校长，您给自己留了吗？”张海梅一下子怔住了，泪水再一次止不住的流下。是啊，为了山区的孩子们，自己默默的奉献出了一切，甚至连棺材板的钱都没有给自己留。但是他觉得他的奉献都是值得的，只要看见山区的孩子们能够有书读，有朝一日能够成才，那就是他毕生最大的心愿。张校长，和您比起来，我这些都算不得什么。这100万您就安心的收下，拿去完成您的理想，帮助孩子们。您放心大胆的去做，后续的资金我会想办法的。小林老师，我替孩子们谢谢你，我也请你放心，我一定会挨家挨户的去做思想工作，让孩子们都回来继续读书。我会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坚实的后盾。张海梅擦干了脸上的泪水，脸上露出了刚毅的神色。挂了电话，林峰便将100万给那边的账户打了过去，剩下的10万，林峰是留给那些他之前捐赠的那10几个贫困大学生，用作学费以及生活费的。说实话，他也没见过这些贫困大学生，只是通过慈善机构那边联系而已。做完这个一切，林峰松了一口气。如果是以前，林峰也许会骂上一声狗系统，但是现在一想到山区的孩子们因为他能够继续上学，能够改变一生的命运，林峰觉得如今自己能够做着最爱的事业，还能拿着系统每个月固定给的工资吃饱穿暖，已经是绝大的幸福了。毕竟自己死过一次，知道这世上有许多东西比金钱要更珍贵的多。与此同时，脑海中系统的声音适时响起：叮，恭喜宿主完成慈善行动，获得2次抽奖的机会，是否抽取？抽取。叮，恭喜宿主获得剧本卡3张，可以随意抽取3个剧本。剧本。林峰眼神一亮，而且还是随意抽取。娱乐圈有一个传统，那便是演而优则导，导而优则制。因为作为一名演员，就算你演技再好，你也要听导演的指挥和安排。一部电视剧或者电影，虽然露脸的是演员，但是真正把控全局的是导演。所以很多演员都有导演的梦想，但不是每一个演戏好的演员都适合做导演的。如今有了3张剧本卡，林峰也有要自己拍片的冲动了。毕竟作为演员，片酬始终是有限的，只有自己做电影，那才是真的赚钱。不过还是急不来，毕竟自己如今资金、导演的技能等等都还没有到位。叮，恭喜宿主获得体质加持，体质对于拍戏而言也是非常的重要。林峰对于这个抽奖结果大体还算是满意的。另外一边，5星娱乐大楼，你说什么？林峰请杨大蜜吃6块钱的麻辣烫。杨舔真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面前的3角眼男子。林峰和杨大蜜走到一起，已经让他够震惊的了。可是让他更震惊的是，林峰竟然请杨大蜜吃路边摊的麻辣烫。这个林峰到底是真穷还是真抠啊？千真万确，你看这是照片。3角眼男子说着，递给了杨舔真一小沓照片。杨舔真接过照片，一边翻看着，一边问道：“吃完麻辣烫之后，他们去干什么了？”没干什么，两人就此分开了。听了3角眼男人的话，杨舔真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还没到时候，继续收集材料，等到一个恰当的时机放出来，一定让他爆炸。演完《烈日灼心》之后，他并没有歇太久，因为他很快就接到了之前扫黑导演5万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他现在在筹拍一部剧，他这一次不是导演，而是这部剧的制片人。这部剧的名字是《白夜追凶》。他觉得这部剧的剧情很好，但是里面的男一号关宏峰非常难演，因为关宏峰这个角色其实是2个性格迥异的兄弟，一人分饰2角还不止，而且剧中兄弟2人还要互相扮演，经常性的切换。如果演得不好，观众绝对会傻分不清这2个角色。所以思来想去，5万决定推荐林峰来演这部剧的男一号。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不用试镜了，直接过来就行。如今这部戏5万是制片人，所以他有更重的话语权。像这种网剧有名气的明星也看不上。我想问一下，片酬多少呢？林峰更关心片酬的事情。片酬暂定300万。5万有些为难的道，因为这只是一部网剧，不上电视，所以投资不大，片酬也给不了多高。希望你能理解。哪里的话，300万很多了，我演。就在林峰准备要演新剧的时候，杨大蜜这边的宫廷剧也顺利开播了。一经开播就火了，但是争议也非常大。好看的说非常好看，不好看的说尴尬的脚拇指都抠烂了。总之不管如何，收视率节节攀升。让所有人最意外的是，杨大蜜为影视剧献唱的主题曲《爱的供养》更是爆火，直接席卷各大音乐排行榜。
你绝对是史上最抠门的千亿币，吃面只是最便宜的素面，出行全靠共享单车，就连住处也是最便宜的出租，全身衣服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而这一切只因你觉醒了影帝培养系统，但狗系统却要求你必须将所有演戏所获得的收入全部做慈善，每个月只给你留下5000块当花销。《白夜追凶》是一部硬汉派悬疑推理剧，主要讲述了刑侦支队队长关宏峰为了洗脱弟弟关宏宇的杀人罪名，一路破获多起案件的故事。总之，这是一部投资不大，投资方也不是特别看好这部剧，毕竟这部剧的风格定位为硬汉派悬疑推理剧，几乎没有当下流行的元素，甚至于连爱情戏都没有。开机当天，林峰站到了 C 位，因为在这些演员里，他的咖位已经最大了。女主名叫梁媛，是一个出道没多久的新人，演了几部电视剧，但没什么名气，留着一头干练简洁的短发，显得英气十足，俏皮灵动。开机仪式以后，白夜追凶正式开拍，上来的第一个案件就是尺度相当大的碎尸案。第一场戏，导演便尝试要用长镜头拍摄，只见碎尸案现场一片忙碌的时候，一辆出租车缓缓驶来，全场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便集中了过去。一个警队的小伙子兴冲冲地跑过去，一个敏捷的翻身滚过隔离带，来到出租车的副驾驶前，恭敬地将门打开。这时，车上一个身穿黑色风衣、身材修长的男人缓缓下车，镜头一直跟着这道身影。老关，戏中的刑警队队长周队想要拍男人的肩膀，却被直接无视掉了。那边，周队的脸色微微僵了僵，还是指引着这道身影来到碎尸前。这个时候，刚从警校毕业的大学生周书彤一边拿着个塑料袋在抖，一边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传说中的前刑侦支队队长关宏峰。关宏峰看完碎尸，缓缓转过身来，走到正在呕吐的周书彤身边，淡淡地看了一眼周书彤，刚毕业的呀。在自己的偶像面前，周书彤有些发懵，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关宏峰便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摄影机小屏幕前的王伟看着摄影出来的实时画面，止不住的微微点头。一开始他接手这部戏的时候，最为难的便是这个男一号，因为投资不大，所以很难请到好演员。可是这个剧本对于男一号的要求又非常的高，整部戏都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只要这个男一号塑造成功了，整部戏也就成功了。就在他为难之时，5万给他推荐了林峰。对于最近声名鹊起的林峰，王伟当然知道，连续2个角色都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好有坏，但争议的都是角色本身，而林峰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说正是林峰的演技太好了，这才让那些入戏的观众对剧中角色恨得牙痒痒。所以当5万告诉他林峰肯演以后，他兴奋的一晚上没睡着。果然，第一幕戏林峰虽然没有太多的表演机会，但是一出场便将一个严肃睿智、心思缜密、拥有着极为丰富的刑侦经验的前刑侦队队长的形象给树立起来了。而且在他的微神色之间，有着一股难以言明的深沉，似乎藏着什么秘密，一下子就让人觉得这个前刑侦队长是一个藏着故事的人，让人有一种想要一探究竟、去了解这个男人的冲动。一幕6分钟的长镜头拍完，王伟愈发期待林峰到底会如何演绎他在剧中的弟弟关宏宇。林峰在紧锣密鼓拍摄《白夜追凶》的时候，杨大密的《宫》正在热播，由杨大密演唱的主题曲出乎意料的爆红了，大街小巷、抖音小视频的 BGM、直播间的 BGM， 随处都可以听见《爱的供养》的旋律，以至于许多不是剧粉也不是蜜粉的网友们听到这泛滥的 BGM 都忍不住问上一句：这究竟是什么歌？另外一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宣传以后，《烈日灼心》也正式上映了，导演曹宝，主演邓超、段奕宏、郭涛、王珞丹等亮相现场。晚上首映礼众多明星到场为影片助阵，林峰也被邀请了。首映礼开场的时间定在晚上6点，在距离开场还有一段时间，会场内就已经人头攒动，闪光灯不断亮起。另外一边，林峰正在坐地铁赶来，原本他不是很想参加的，但是经不住曹宝的再三邀请，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在距离最近的地铁站下车，林峰只好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过去，因为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如果步行过去，估计要迟到了。等到了会场的外面，放眼望去全是豪车，奔驰、宝马在这里成了最普通的车子。找个地方停好共享单车后，林峰便走进会场。会场有严格的安保，不过林峰有嘉宾证，安保人员也不敢为难，只是忍不住在林峰的身上多打量了几眼。骑着共享单车来，身上穿着普通的 T 恤和休闲裤，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一个长得帅一点的路人。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拿到首映礼嘉宾证的？不过好在保安以貌取人，冷嘲热讽的狗血剧情没有发生。林峰很顺利地进入了会场，会场很大，灯火辉煌，而且地上还铺了红毯。正中央是一个小舞台，小舞台后面的大屏幕上是一幅大大的《烈日灼心》海报。林峰算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也不认识什么人，便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了嘉宾休息区。在这里，林峰见到了好多熟面孔，都是赶来捧场的明星们。林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齐刷刷的都落到了林峰的身上，他们倒是认得出来，林峰就是演安家和以及孙兴的那个演员，只是林峰的穿着可以说是和他们格格不入，就像是一个路人突然闯进了光鲜亮丽的人群中，很是显眼。林峰也有些惊讶，没想到来了这么多的明星，不过他倒是不在意这些目光，便想找个地方坐下。这个时候，一个声音却是突然响起：这里，林峰，这里。林峰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的江疏影正向自己挥舞着小手，在场的人都是一愣。林峰没想到江疏影也来了，不过有个熟人，多少要来的舒服一些。林峰来到江疏影的身边坐下，不想杨大密也在，两女都是笑眯眯的看着林峰。我说林峰，你怎么也不穿件好点的衣服来？杨大密忍不住出声吐槽。林峰笑笑道：这不挺好的吗？穿着自在舒服。听了林峰的话，杨大密嘴角微微抽搐。我前不久不是刚给你转了100万的版权费吗？也不知道你存那么多钱干嘛？算了算了，改天我送一套衣服给你。江疏影认真道：我也买一套给你。别！林峰连忙摆手。事实上，按照系统的规则，别人送和自己买是一样的，系统那边都会挂到他的账上，到时候2套名贵衣服还不得让他天天吃土。真的不用，我习惯了，这样穿着挺舒服。杨大密无语的摇了摇头。江疏影却是鼻头一酸，他是为数不多知道林峰的钱去哪里的人，这100万版权费估计林峰全都捐
捐给了山区那边吧。对自己这般苛责，对孩子们却是奉献一切。三人闲聊了一会，便到了首映礼的开场时间，众明星纷纷来到会场入座。首先是导演携3位主演邓超、段奕宏、郭涛以及女主王珞丹与宋贤亮相，现场顿时一片欢呼，反应热烈。导演曹宝在台上说起这次2年多拍一部影片，慢工出细活，情不自禁泪洒当场。一旁的段奕宏接过话筒说：“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部影片能找到我，给予我这样的机会是上天给我的一个馅饼，所以我没有道理不去投入创作，成全这个角色。而且在拍戏的过程中认识了很多好的演员，我爱上了这些合作的演员，特别是有一个演员不仅让我印象深刻，而且受益匪浅。”你绝对是史上最抠门的千亿影帝，吃面只是最便宜的素面，出行全靠共享单车，就连住宿也是最便宜的出租，全身衣服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而这一切只因你觉醒了影帝培养系统，但狗系统却要求你必须将所有演戏所获得的收入全部做慈善，每个月只给你留下5000块当花销。不用说，曹宝也知道段奕宏说的那个演员就是林峰，他之所以让林峰做嘉宾，其实是有考量的，因为他想将这份神秘保留到最后，给大家一个惊喜。这时，邓超接过话筒，感慨道：“宏哥说的不错，这个角色能找到我，是上天给我的一个馅饼，但是这个馅饼可不是那么好吃的。”说着，邓超拿出了特意带来的2年前电影开拍前的原始剧本，你们看，这剧本上都是我做的笔记。不过有一个演员却是让我大受打击。这话一出，在场的人都露出了好奇的神色。邓超和段奕宏都提到了一个演员，而又不说名字，就连主持人也忍不住好奇地问道：“你们说的这个演员是谁啊？”邓超故作神秘地笑道：“一会大家看影片就知道了。”林峰一上台，所有媒体人都懵了，包括主持人也都愣了一下。洗得有些发白的 T 恤、黑色运动裤，加上脚上的一双回力帆布鞋，这确定不是走错场了吗？主持人有些尬笑道：“林峰老师今天的装扮很别致啊，这走的是极简风吗？”林峰接过话筒道：“不是什么极简风，是，我就剩这几套衣服，没得挑。”在场的人都是一愣，随后都笑了起来，就连主持人也尬笑道：“林峰老师还真是幽默。”林峰就知道他们不信，不过他也懒得再说什么。这也让很多媒体人心生不快，感觉林峰作为一个出道没多久的新人，名气不是特别大，倒是有些过于摆谱。经过了这个不大不小的插曲，很快便到了电影正式放映的时间。偌大的会场，灯光逐渐暗下去，随后正前方的大屏幕亮起，电影《烈日灼心》正式上映。《烈日灼心》是一部沉重严肃的悬疑片，在如今轻松文化越来越吃香的年代，这样的题材并不讨喜，但好在这部片子的质量足够硬。曹宝带着一众主创坐在了第一排，让人意外的是，林峰也是被安排坐在了第一排。整个观影现场可谓是星光熠熠。随着电影的深入，一个个谜团在观众面前不断的展开。影片通过对辛晓峰、杨自道、陈比觉3个人暗无天日一般的生活的展现，告诉观众只要罪责，也必将面临生活之不可承受之煎熬。等到辛晓峰躺在床上，慢慢的失去了生机，邓超可谓是演技爆发，将是一个满怀愧疚的罪犯临死前的一幕展现的淋漓尽致。电影如果到这里结束，已经算得上是一部高水准的犯罪悬疑片了。对于大部分的观众而言，观看这部电影完全没有浪费时间和金钱，能在当下刑侦悬疑电影日渐衰落的大环境下，拿出这样一部作品来，无疑是给电影市场来了一剂强心剂。不过假若辛晓峰3人是灭门惨案的真凶，那么后来他们无论做什么去救赎自己，都无法让观众去爱上他们，因为他们的暴行是令人憎恨的。从这点上来说，观众们始终感觉到差了一点什么东西，只能说他们3人是罪有应得，并不值得同情。但是画面一转，竟然还有剧情，观众们的脸上都浮现出了一抹错愕，主角们都死光了，还有什么好演的？只见大荧幕上，警局内，叮铃铃，却在这时电话铃声响起，观众们看得有些懵，怎么结尾又说起了其他案子？这什么意思啊？直到大荧幕上的年轻警察说道：“苏安水库那起案子，据他说也是他干的，除了心脏病死的那个女孩莫蒂。”伊谷春怔了一下，像半截木头一般愣愣的杵在那儿。全场的观众也是一样，全都傻眼了。7年前的那起案子，不是辛晓峰他们3人干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有人几乎都下意识的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大屏幕，生怕错过了什么细节。荧幕上，一个老旧的风扇咔咔的转着。这个时候，一个带着地方口音的声音响起：“赔钱那边就找到我，就说呢，如果我把钱要回来，给我2成。”前面所埋下的伏笔、悬念、细节，在这一刻彻底真相大白。到影片最后，观众们才发现，那几个被认为十恶不赦的人，原来并不是恶人，而是用死亡传递了大爱的人。电影最后的反转，给了观众们一个共情的机会。前面所有的压抑、所有的疑惑、所有的情感，在这一刻都彻底迸发了出来。荧幕上的凶手仍旧在絮絮叨叨地供述着案情的经过。所有观众被剧情震撼的同时，也非常的好奇，导演到底上哪里找来的审讯记录？毫无表演痕迹，特别是凶手身上穿着的那件橘红色 T 恤，他们前不久好像还见过。凶手在那里，凶手在那里！伴随着一声惊呼，这一下子，全场几百双目光齐刷刷地望向坐在第一排的林峰，还真是和大荧幕上的那个凶手一模一样，甚至于身上穿的那件橘红色的 T 恤都是一样的。天啊，我还以为刚刚那段录像是真的，原来是演的啊！这一段演的真的太神了，我以为是真正的犯人。妈，我就说嘛，怎么可能是真的审讯录像？这个演员演技真的太厉害了，完全看不出来是演的，这是一个天才演员。江疏影看着林峰的目光中全都是崇拜，啪啪啪，观众们自发的鼓起掌来。至此，烈日灼心的首映礼圆满落幕，好些个明星都主动上前来认识林峰，为首的便是徐峥。徐峥声称
称有机会一定要和林峰合作一把。林峰刚出门就被一大堆记者堵在门口。林峰，请问你这么好的演技是怎么练出来的？看这里，看这里，请问曹导是怎么找到你的？拍这段戏的时候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能跟我们说说，除了你自己以外，你最喜欢电影里哪个演员的表现吗？林峰，网上传你和江疏影的绯闻是真的吗？你演了3个角色都是反派角色，我看好多网友都因为剧中角色骂你能回应一下吗？请问你今晚是故意穿这件电影中的衣服来的吗？记者们争先恐后，而且问的问题都很刁钻。林峰摆了摆手，让这些记者们安静下来，然后说道：“不好意思，我有急事，没有时间接受你们采访。”说着，林峰就推开一众记者，往会场外走去。一般的明星都不会这么直接的拒绝媒体，因为得罪了媒体，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事实上，林峰也没有刻意避开记者，而是他真的是有急事，因为他要赶地铁。现在已经快10点了，赶一赶，估计还能赶得上最后一班地铁。出了会场，林峰急忙用手机扫了一辆共享单车，跨上车后直接就往地铁站那边骑过去，整个动作行云流水，极其自然，极其接地气。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身后的那些豪车中，几个注意到林峰的明星演员们全都懵了。没有看错吧？刚刚林峰是骑着共享单车走的，穿着最普通的 T 恤参加首映礼，如今又骑着共享单车走，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演了2部电视剧，外加客串了1部电影，多的不说，几百万身家应该是有的吧？哪怕现阶段还没有买车，好歹也可以打个车啊。至于骑共享单车嘛，说真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们还真不敢相信。烈日灼心不出意料的火了。与此同时，网络上关于烈日灼心的讨论已经渐渐的爆炸开来。烈日灼心好看，邓超、段奕宏演技；烈日灼心，凶手的演技神了。凶手的演员竟是林峰，不剧透，但林峰的演技神了。只用3分钟，林峰抢了3影帝的风头。随着烈日灼心的上映，一条接着一条关于电影的讯息登上了热搜。除了微博热议以外，豆瓣这边烈日灼心开分8.2，这在国产悬疑片里面算是很高分了。另外一边，林峰并没有去管这许多，而是在首映礼之后继续回到剧组拍《白夜追凶》这部戏。